天空是暗灰色，窗外眉前纸鹤，阴云像一张张扭曲渗人的面孔，怪笑俯瞰着下方的世界。空气散发着不正常的音浪，三三两两的乌鸦在森白的古树上，时不时传出3、2声毛骨悚然的啼鸣。柏油马路上弥漫着淡淡的腥味，有些刺鼻。一侧的垃圾桶里，隐隐能够看到暗红色的凝结物，以及看上去像猪大肠一样的东西挂在垃圾桶上，随风轻轻摇晃。墙体惨白，透出消毒水味道的大楼屹立在12人的面前。大门处第3医院的招牌让他们几近绝望。第3医院？不是吧？不是吧？为什么会是第3医院啊？我要找妈妈！该死，居然被第3医院给选中了，我还只是一个新人而已啊！绝望的情绪飞速蔓延，12人8男4，神色各异，唯一相同的便是那眼神中的绝望与恐惧。尹成也并不例外，刚刚从996日常中下班回到家的他，甚至还感到有些心累。惊悚游戏给世界带来绝望、死亡与恐惧，是他所存在。无论年纪老幼，无论何时何地，每一个人都有很高的概率被拉入惊悚游戏之中。没有例外，幽魂、丧尸、厉鬼、僵尸、吸血鬼，一切人类曾经只能够在影视小说当中才能看到的恐怖怪物，在这里都是活生生存在。稍有不慎，人类脆弱的生命就会如同弹簧。要想活命，唯有遵循惊悚游戏规则，完成游戏任务，才会得到重返人世的机会。第3医院大门口，穿着护士袍，身材凹凸有致，面容妖娆妩媚，却神色冰冷麻木的护士走了出来。他的手里拿着一个小本本，似乎正在核对上边的人数。12人见到护士的刹那间，心底齐刷刷赞叹一声：人间绝色！当然，要是他那本应该洁白如雪的护士袍上没有那些暗红色的痕迹，弥漫着淡淡的血腥味，就更加完美了。即使如此，它也像极了某寂静城中的超模护士，散发着妖异的魅力。游戏开始，当前副本第3医院任务详情：来自惊悚世界的第3医院，在鬼怪界拥有着良好的口碑，无数鬼怪所患的各种疾病，通常都能够在这里得到有效的救治。不过最近一段时间，第3医院内部似乎出现了什么问题，导致人手极度匮乏。不得已，他们只能向外界寻求帮助。亲爱的游戏参与者们，还请配合第3医院为你们合理分配的职工身份，为期1周后未获得不良评价即可返回人世。友情提示：忙碌的第3医院需要兢兢业业的员工，少看多做，有助于提升生存几率。本轮游戏基础奖励将会在结束后进行发放。12名游戏参与者的耳畔，来自惊悚游戏的声音渐渐淡去，然而尹成的脑海里却是响起了一道唯有他才能够聆听的声音。幸运玩家尹成，经检测，你身具特殊天赋王者幼年。惊悚世界内任何鬼怪，因为您的魅力，初始好感度将提升为中立，好感度会视情况局势而变化。作为本游戏唯一幸运玩家，恭喜你按天赋抽取轮盘使用机会，是否现在使用？脑海里的声音先是让尹成微微惊讶，随即便化作了无尽的喜悦。先不管那王者诱惑是个什么奇葩的天赋，让他联想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单单只是什么额外天赋抽取轮盘，就足以让他比别人提升一大截的生存几率。惊悚世界降临已经很长时间，人们也逐渐摸清了一些其中的规则，以及某些游戏的求生方法。有些人还利用在惊悚世界内得到的力量，在人世中获得风生水起。天赋便是其中最为特殊、最为稀有的存在。1万个游戏参与者当中，能够有2、3个觉醒天赋的家伙，都算是非常不错的了。还得看天赋的特性是否实用。隐藏的王者诱惑能够让任何鬼怪看到他的第一时间不会产生敌意，保持中立状态，若是传了出去，恐怕会当场荣登人世。天赋等第一，惊悚世界，一个遍布鬼怪恶灵以及各种扭曲生物的世界，散发着生机与活力的人类是他们天生厌恶、憎恨，视作食物一般的存在，如同人类看待猪马、牛羊那样，没有什么不同。这一点是无数历经惊悚游戏的先贤们以鲜血总结出来的道理。抽取额外天赋，尹成不敢犹豫，当即在心里默念一声。下一刻，他的眼前出现了一座如同摩天轮一样庞大的轮盘，如虚似幻，唯有他才能看到。轮盘徐徐转动，其中无数区域散发着各式各样的光泽，有的暗淡，有的明亮，还有的像是能够将人的灵魂拉入其中。轮盘转动的速度像是能够牵引尹成的心脏，让他感觉自己的一颗心脏像是要跳出胸腔了一样的急促。双眼死死盯着虚幻的轮盘，露出无比渴望的情绪。他的心里也在不断的祈祷，只不过轮盘只有尹成自己能看到，这也就导致了一个问题的出现，他的目光像极了正在直勾勾盯着面前不远处那位身姿婀娜、丰满成熟的御姐护士。与此同时，神情冷漠的御姐护士黛眉微蹙，心底原本对尹成还稍微有那么一丝丝好感的他，瞬间降低到了冰点，并且踩着高跟鞋一步一步地向着他靠近了过去。咔咔咔，轮盘转速越发慢了下来，发出了只有尹成才能够听到的声响。完美的与御姐护士冰冷的高跟鞋声重叠到了一起，全神贯注紧盯着轮盘的眼神越发火热炽烈。御姐护士苍白毫无血色的脸颊也越发的冰冷僵硬。尹成的周围，其余游戏参与者们此刻都下意识地远离了他所在的位置，他们心底的怪异思绪将原本恐惧的氛围都稍微冲散了不少。几个男性参与者更是暗暗地在心里给尹成竖起了大拇指。人才，人才啊！在死亡率高达100%的第3医院门口，用那种眼神目不转睛地盯着御姐护士。那护士确实勾人夺魄，妖媚至极。可不管怎么说，她也是致命的鬼物啊！再怎么喜欢制服，喜欢那啥，也得分时候吧。色令智昏，到如此地步的家伙，当真是没救了，埋了吧！尹成丝毫没有察觉到危机正在步步逼近，因为此刻他已经完全被喜悦所充斥。摩天轮一样的庞大轮盘上，
指针精准地落到了一片几乎微不可察的区域之上。恭喜幸运玩家尹成获得神奇唯一天赋——洞察之眼。洞察之眼看穿视野之内鬼怪，包括人类，并且获取他们信息的可怕天赋。万事万物都有独特的喜好与弱点，洞悉他们，并且利用他们吧。鬼怪境界：游魂、恶鬼、厉鬼、红衣厉鬼、红衣厉鬼、血衣厉鬼、不可言说、凶神。人类，你似乎对我很感兴趣。很润的御姐印将尹成从兴奋中拉回到了现实。他的面前，距离不到半米的地方，身材高挑、身姿曼妙、婀娜的御姐护士，手里不知何时多出了一柄锋利无比的手术刀，在那修长白皙的手指之间，灵巧无比的转动着。尹成只感觉自己周遭的空气越发阴冷了起来。杀意威敏锐的他立马就反应了过来。眼下是个什么情况？他刚才的目光实在是太过于火辣，以至于让这位第3医院的御姐护士产生了一些很不好的误会。御姐护士的耐性似乎不是很好，眼见尹成还在发呆，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冰冷的手术刀逐渐扬起，向着尹成的脸颊劈过去。第一次面对这种局面的尹成，额头冷汗不断滴落，他的思绪反倒是前所未有的清晰。洞悉之眼，神级唯一天赋第一时间被利用了起来。尹成的眼前瞬间出现了一些只有他能够看到的数据：第3医院护士丽娜，雌种族，阴魂，友善度，杀意盎然。因为你的火辣目光，让他原本对你的些许好感荡然无存。喜好：热爱研究医术，向往成为惊悚世界内人人敬仰的名医，故而崇敬、尊重医术高超的医师。搜弱点：浑圆修长的双腿是他引以为傲的资本，但同样也是他最为脆弱的地方。不同的攻击方式会取得不同的效果哦。当前状态处于极少数女鬼才会有的每年一次的特殊时期，故心情烦躁、易怒易躁，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以古怪世界的所谓医术，显然是无法解决的。解决办法：取1名泉水搭配10年粉笔暗化，以小火煎熬至性温甘甜，可解决当前症状。顾不得感慨神奇天赋的功能强大，还有那些反馈回来的信息里有点奇奇怪怪的小提示。因为女鬼护士的手术刀已经贴到了脸颊之上，冰凉的触感让她汗毛都竖了起来。看起来你是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了。御姐护士温润的声音十分动听，落在众人的耳朵里却显得冰冷刺骨。其余的玩家们有的已经闭上了双眼，不愿看到尹成接下来凄惨的下场。可就在这时，谁也没想到的一幕发生了：尹成同样修长的大手，胆大包天，径直抓住了将手术刀贴在自己脸上的那只手臂，冰冰凉凉，细腻光滑，夏天一定会很舒服。这是他的第一反应。御姐护士似乎也因为尹成的胆大包天，一时有些发愣，没有直接将眼前的人类肢解成碎肉。尹成趁着自己争取来的片刻时间，赶忙将抓着对方的手改成了老中医一样的诊脉手势。美丽的女士，没有人会对完美的你不感兴趣，我也并不例外。开口第一句先送上马屁，他有理由相信，即使是女鬼，也肯定同样在意自己的容颜。果不其然，洞察之眼下，丽娜的友善度当即就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从杀意盎然转为了敌视状态。尽管只是一点小小的变化，也足以验证尹成的猜想。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的道理，还真是在任何地方都足够的实用呢。如果说这就是你的临终遗言，那么你可以上路了。御姐护士依旧面无表情，阴冷的鬼气弥漫，让众人无比惶恐，生怕女鬼发起狂来会牵连到他们。不，当然并不只是如此。作为一名有职业操守的医师，我更加注重的是女士你身上的病况。很抱歉，我的眼神有些火辣，让女士产生了一些不好的误会，不过还请见谅。第一次来到惊悚世界，在下对非人类之外的生物所表现出来的病症实在是太感兴趣了。尹成做出一副医学狂人的状态，眼神故作痴迷地看向第3医院。我很庆幸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站就是第3医院，这里简直就是我的梦中天堂，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够让我在这个世界继续发挥身为医师的光和热。话音落下，脸颊上贴着的手术刀并未离去，但尹成很明显地察觉到女鬼丽娜的眼神稍微柔和了那么一些，友善度并未改变。或许是因为对方尚未完全信任他。你是一名医师？当然，常年混迹996职场的他，最不缺乏的就是演技。果断自信回答道：“你可知道欺骗我会是什么样的下场？”不知道，但我从不骗人。尹成一副诚实好郎君的模样。很好。丽娜展颜一笑，散发出诱人的魅力，让人几乎要忘却她是一只女鬼的事实。既然你是一名医师，还提到了我的病况，不妨说说我情况如何？你最好想清楚之后再说。若是错了，那么你撒谎与否都并不重要，因为第3医院也不需要庸医。丽娜灵活的舌头划过她那2颗尖锐的小补牙，笑容背后隐藏着最为致命的杀机。不用想，你的这点小毛病我已经通过诊脉确定了。尹成自信无比，不动声色地松开了丽娜冰冷光滑的手腕，话锋一转：“不过，美丽的女士，你确定要我在这里说出来？”丽娜脸色瞬间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她自己是个什么情况，她怎么会不清楚？每年这段时间，那种烦躁的感觉都让她格外的不爽，也找不到什么办法来解决。那些鬼怪医生治疗一些缺胳膊少腿、换眼换心，甚至换头之类的大病，倒是很在行。事关她这样的特殊情况吗？不好开口是其次，鬼怪医生们对这方面那也没有研究啊。你们去医院门口等我。玩家们当然没有尹成这样大的胆子，老老实实的向着医院门口走去。隔了一段距离，确定玩家们不会轻易听到之后，丽娜才用眼神示意尹成可以说了。可尹成清了清嗓子，郑重其事的吐出一句话：“月经不调，准确来说应该称之为年经不调才是。”丽娜白皙的毫无血色的脸上罕见的浮现一闪而逝的红润，她没有惊讶于尹成精准的判断，而是赶忙询问道：“那你知道该如何治疗吗？”不知不觉，丽娜的语气已经变得这么冰冷。
以蠕动系之眼获取的信息，它是一个终身医术。对医师有追求的护士，尹成心底微微一笑。他的视线当中，丽娜的有深度已经从敌视转化为了中立。渐渐有些摸准了丽娜的行为准则之后，他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将答案放出来。根据那些活着从惊悚游戏当中回归现实的玩家们总结，鬼怪其实也并非完全只知道胡乱杀戮，丝毫不讲道理的存在。在达成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人类同样可以与鬼怪做交易，从而获取一些游戏任务之外的特殊奖励。他从丽娜的身上便看到了这样的气氛。医师看着有些走神的尹成，丽娜白嫩的手指轻轻地点了点他的胸口。抱歉，有些走神了。尹成回过神来，心底暗骂自己大意，居然敢在红衣厉鬼的面前走神。加强了警惕心之后，他再度开口道：“美丽的女士，你的病其实并不算什么大问题，我有办法能够治疗。”真的吗？丽娜的语气明显惊讶，激动了起来。每年都要让他困扰一段时间的特殊时期，尽管不算太大问题，却也足够让他烦闷的了。现在听到居然有解决的办法，他自然无法压抑内心的喜悦，连带看尹成的目光都变得越发亲善了起来。女士，治疗你的病对我而言不难，不过你作为一名合格的护士，应该能够明白，一名医师不会免费给人治病的道理吧？尹成面露难色，一副很纠结的样子。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想要彻底解决你的问题，势必会将珍贵的药方告诉你。医师不易，唯一值钱的也就脑子里的知识。我想这一点你应该能够理解我才是。女士，你也不想看到我这样的医师因为贫穷和生命危险而失去探索更高层次医术的机会吧？说到最后，尹成的眼里充满了光，明明只是想要收费，却变得大义凛然了起来。有着洞察之眼观察的信息，他已经体会到了信息差所带来的美妙。丽娜什么时候见识过如此能言会道的人类？她接触更多的是被肢解成碎块或者做成标本的死人。心思单纯的他当即就点头道：“你说的有道理，第三医院内的医师治病都是收费很高的，只要你能够确保治好我的病，那么我可以给你一些等价的东西作为报酬。”不愧是一名优秀的护士，我就知道你肯定是能够理解我的。悄无声息地送上一剂马匹之后，尹成将洞察之眼分析出来的解决办法直接告知了丽娜，彰显出一副他很信任对方的姿态，效果也是立竿见影。本就尊重医师的丽娜，其友善度直接就从中立转化为了友好。在丽娜尚未验证尹成给出的方法是否有效的情况下，能够做到如此程度，足见嘴上功夫精妙的神效。给你，这就是我的报酬。丽娜从护士装口袋里掏出一张特殊的卡片，上边还有着一个小小的卡扣，递到了尹成的手中。拿起来一看，上边写着“特聘医师”4个大字。还因为某些规则的作用，卡片上显化出了尹成的头像和姓名。这就是隐藏身份吗？根据回归人士玩家们提供的消息来看，隐藏身份似乎能够触发一些任务之外的东西，或许是隐藏任务，也或许是特殊的隐藏鬼怪等等。尹成眉头微蹙，心底盘算着隐藏身份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的风险与收益。不过，从丽娜亲善的状态来看，特聘医师的身份应该不会有害处。当然，前提是他的确身负精妙医术的情况下，否则自杀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有着神级天赋。洞察之眼，尹成倒是不用担心这个问题。自信地将特聘医师身份卡别在了衣服上。尹成看了一眼阴森森的第三医院，深吸了一口气，跟着丽娜走了进去。消毒水的味道十分浓郁，还夹杂着一些奇怪的味道，让人忍不住想要捂住口鼻。医院内挂号窗口排成了一条长龙，千姿百态的鬼物，在几名虎头人身、尤为壮硕的保安注视下，倒是格外的遵守秩序，连个插队的情况都没有出现。后勤室，丽娜冰冷的目光扫过众人，唯有落到尹成身上会稍显柔和。作为外聘人员，你们没有足够的工作经验，所以只能从事第三医院内的基础事务。接下来由我对你们分配身份，你们3个前往停尸间报到。最近医院缺少搬尸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被指到的3名男子霎时间脸色苍白，失去了血色。谁也没想到，第一份被分配的工作就是前往第三医院的停尸间，担任搬尸工。鬼怪横行的惊悚世界，用屁股想也能够知道，那样的地方肯定是凶险无比的。即使如此，内心充满了绝望。3名男子也没有表现出半点反抗的情绪。惊悚游戏降临的时代，大家都对此有了一定的认知，自然是不会犯一些低级错误的，比如在没本事的情况下忤逆鬼怪对自己的任务安排。你们4个就担任临时护理好了，主要负责第一病区。丽娜指着4名女玩家说道。一听到自己没有被分配到什么奇奇怪怪的地方，4名女子明显松了口气。不过她们也没有感到高兴，就是死亡率高达100%的第三医院，就像是阴云一样笼罩着他们。剩下的人就负责打扫医院卫生好了。作为一家盛名在外的医院，卫生条件自然也是要求苛刻的。丽娜3言2语之间
就将众人的身份分配完毕。随后，他便从后勤室的柜子里拿出了相对应的制服，扔到了众人的面前，同时还给他们扔了一份第3医院临时工手册。唯独面对尹成的时候，丽娜则是亲手将崭新的白大褂交到了对方的手里，还附带送上了一个尹成完全用不上的听诊器。多谢。尹成回以微笑，郑重地接过白大褂，一丝不苟地穿在了身上，并将身份卡别在了白大褂的胸口处。如此简单的一幕，却是让在场玩家们彻底看得呆住了。不知道尹成和那个漂亮得不像话的女鬼说了什么，所换来的待遇差距竟然如此之大。他们的眼中流露出肉眼可见的羡慕嫉妒。几个男性玩家当中，有个长得清秀漂亮，很有些坤坤风范的家伙，看了看尹成俊朗而不失阳刚的面孔，又看了看润到极致、颇有女王风范的女鬼护士，然后他摸了摸自己白嫩漂亮的细狗脸蛋儿，再想到尹成打着探讨病情的借口，让御姐护士支开了他们的举动，刹那间他的脑海里灵光一闪，真相竟是如此，蠢蠢欲动的想法一下子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了。尤其是想到他即将进入停尸间那么危险的地方工作，坤风的男子终于没能忍住，弱兮兮的举起了手，细狗弱弱的声音随之传出，那个。丽娜皱起眉头，看向对方。本就因为年经不调而有些焦躁的他，冰冷的开口。你最好说出一些有建设性的东西，否则……淡漠到极致的态度和对尹成是截然不同的姿态，反倒是让坤风男子心底越发肯定他的猜测。一开始，御姐护士在对待尹成的时候，不也是同样的杀意凛然吗？坤风男子环顾四周一眼，故作腼腆道：“美丽的女士，你确定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吗？”好家伙，当真是好家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坤风男子的举动，一开始还让尹成有些惊讶，以为对方当真有什么本事，准备施展出来。结果洞悉之眼下得到的情报是这样的：普通男人蔡小坤，种族人族，友善度友好。虽然他有些嫉妒你，但出于某些原因，他似乎对你仍旧颇具好感。实力弱鸡，一只猫或许都比他能打。喜好男，进攻与防守，他终究选择了防守。次弱点，弱鸡，当然浑身都是弱点啦。当前状态，虽然他不喜欢女人，但从丽娜对你的优待来看，他似乎认为厉鬼女士丽娜具有某种独特的倾向，所以才会对你额外照顾。所以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他决定牺牲自己的美色。死定了，准备后事吧。尹成默默地远离了蔡小坤起步，心底一阵暴汗。男童竟在我身边。红衣厉鬼丽娜则是缓缓走上前去，修长的玉手捻起锋利的手术刀，白皙的过分的面孔上露出了一丝迷人的笑容。尽管不知道坤风男子打算说点什么，丽娜却能够察觉到对方眼神的古怪。下一刻，唰，短短一瞬间发生的事情，让在场所有人心头一片冰寒刺骨，汗毛倒竖。这就是惊悚游戏的残酷，一条鲜活的生命无比血腥的在眼前被肢解，恐惧深入骨髓，他们却什么都做不到。即使是有着双天赋加持的尹成，也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脆弱，对鬼怪的警惕心直接拔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丽娜给了他开口的机会，他才能够扭转趋势，将洞察之眼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可如果有的鬼怪根本不给你机会呢？头脑在此刻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特聘医师也并非完全能够保障自身安全的身份，若是碰上不讲道理非要杀我的鬼怪，我现在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不是所有鬼怪都会遵守医院的规则，我不能将自己的安危赌在这上面。想办法，我必须想到一个能够保障自己安危的办法。尹成思绪如电，飞速地思考着如何才能做到将自己的生存几率提高到几乎完美的程度。至于同情其余玩家，帮助其他玩家，抱歉，惊悚游戏降临的世界，同情、怜悯是尤为奢侈的东西，甚至有不少玩家都因此而亡。除非拥有绝对实力，否则尹成根本不会考虑这些。突然，尹成的目光再度落到了御姐护士丽娜的身上，他的心底顿时就有谱了。借力，眼前的红衣厉鬼丽娜不就是最佳的选择吗？换上员工服，仔细阅读临时工手册。你们还有最后20分钟的时间。丽娜优雅地收起手术刀，然后目光落到尹成身上。你跟我来。尹成立马跟了上去，在一票玩家急得无比的眼神下，离开了后勤室。一间单独的会诊室中，尹成坐在办公椅上，稍显悠闲。一路走来，丽娜已经讲述了他应该干些什么，然后丽娜就急不可耐地抓药去了。很明显，年经不调的问题对他来说相当困扰。从丽娜的口中，尹成也知道了，作为特聘医师，他的工作可能并不会那么的忙，甚至可能会相当的悠闲。倒不是说医院病人少，主要是因为尹成一个人类，以及他特聘医师的身份，让那些鬼怪们不太信任罢了。这倒是也让他乐得清闲，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为何第3医院至今都不曾有一个生还者的原因。就当丽娜前去抓药，暂时无暇顾及尹成的时候，第3医院的门口，优雅无比的身影从一片黑色阴云之上向下，缓缓地走进了第3医院的大门。那位又来了，玫瑰伯爵，他的问题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吗？看样子第3医院又要折损一名医师了。嘘，瞎说什么大实话？你小子不想活了吧？一群正在排队拿号的猪头怪、僵尸、丧尸等等，看向那道优雅身影的目光充满了敬畏。他迈着不疾不徐的步伐，妖娆的身姿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却让那些丑陋的鬼怪们敬而远之。玫瑰伯爵，第3医院的名人，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到这里看病，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他们只知道，每一次玫瑰伯爵来了之后，至今没有一个给他看病的医师。
能活着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偏偏第三医院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也就导致每次这位让医师闻风丧胆的玫瑰伯爵到来之后，第三医院就会陷入短暂的瘫痪状态，没有哪一位医师愿意接诊这烫手还要命的山药。医院会议室里，一连数10位临时收到消息躲藏到这里的医师们，一个个脸色难看的像是便秘。该死，他到底是得了什么病？怎么每隔一段时间都往这儿跑？一名狼人医师有些狂躁，瞳孔深处则是浓烈的不安。一名通体绿色、浑身伤疤的炼金生化人也是忍不住道：“我的师傅蒙多医师就是死在玫瑰伯爵的手上，我不想步入师傅他老人家的后尘。主任、院长到底去了哪儿？继续这么折腾下去，第三医院迟早会被玫瑰伯爵给整垮的。这样下去，迟早会出大问题的。一个没有医师的医院，传出去就成笑话了。”其余的医师们也是不满地附和道，双手交叉倚在办公桌前。外貌俊朗、看似与常人无异的主任轻轻地抬起了手，示意众鬼不要吵闹。待到会议室内安静下来之后，主任推了推自己鼻梁上的黑边镜框，微笑道：“医院内不是来了一些新人吗？其中一个家伙似乎有些本事，得到了丽娜的认可，成为了特聘医师。”说到这儿，主任的嘴角勾起一丝阴笑。既然如此，玫瑰伯爵不妨就交给他去医治好了。会诊室内，尹成掌控着火候，亲自替御姐护士丽娜熬着药，心里还嘀咕着，不愧是鬼物开设的医院，会诊室内几乎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有，煤气炉也并不例外。有洞察之眼得来的信息，熬药这种简单的事情，操作起来倒是也没有什么难度。进一步博取丽娜的好感，是尹成眼下唯一能够想到的借力之法。红衣厉鬼的实力，在惊悚世界当中也还算是非常不错的。一边煎药，尹成的余光扫向一侧，御姐女鬼丽娜大大咧咧地坐在会诊室的办公桌上，浑圆修长的双腿被染着血迹的白丝包裹，轻轻地晃悠着，看上去充满了异样的魅力。丽娜作为红衣厉鬼级别的鬼中强者，如何能够察觉不到尹成的目光？只不过她却并不在意，反而心里有些愉悦。有人肯欣赏，才能够证明自己的魅力，不是吗？丽娜整天面对的都是一群毫无审美观念的鬼怪，以及那些成天不知道在研究些什么的鬼怪医师们。难得有一名精通医术的医师，还能够懂得欣赏自己魅力的家伙出现，她心里在所难免会生出几分自豪。当然，如果尹成开的药方服用了之后无效的话，就另当别论了。丽娜的手术刀会第一时间将它切成碎片。药好了，美丽的丽娜女士。尹成将熬好的药物递到丽娜的面前，对方接了过去，也不管烫不烫，也不怕尹成是否做了什么手脚，迫不及待的就吞服了下去。下一刻，丽娜只感觉自己从来都冰凉没有温度的鬼体，小腹部有着一股微微的暖流生出，让她像是置身温泉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舒畅。年经不调而产生的焦躁感觉也随之消散，药到病除，效果好得出奇。尹成，你的药方效果真是太妙了，太神奇了。困扰了丽娜不知多少年的问题，被尹成简单的药方瞬间治愈，让这位御姐女鬼当即兴奋地蹦了起来，给了尹成一个针，满怀的拥抱。眼瞅着丽娜的友善度已经转变为了亲善，她的心里竟然萌发出了一些莫名的念头。友善度继续提升的话，丽娜该不会自带天然空调的女鬼似乎也还不错。这样的念头一生出，尹成赶忙清醒了过来。与此同时，医院走廊里，玫瑰伯爵迈着优雅的步伐穿行在其中，每一个见到他的鬼怪都下意识贴紧了墙壁两侧，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只是他远去之后，才和其余的鬼怪们凑到一堆，眼神咕咕了起来。清脆的敲门声打断了会诊室内逐渐变质的气氛。尹成恋恋不舍地轻轻推开了丽娜的怀抱，丽娜则是微笑着走到了一旁，像是他的助手一样翘首以待。请进。玫瑰伯爵应声而入，一男一女鬼看着玫瑰伯爵的神色截然不同。尹成只是稍微有些错愕，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会迎来了病人上门，同时也有些惊叹，面前女人鬼的魅力居然丝毫不输于丽娜，还多出了与丽娜清冷气质所不同的优雅贵气。白丝可爱，黑丝性感，肉丝那就得炒青椒啊呸！将脑海里杂七杂八的念头甩开，尹成脸上露出职业化的笑容。女士，请问你是来看病的吗？听你们主任说，第三医院来了一名人类医师，所以来看看。玫瑰伯爵优雅地坐下，精致到完美的面容上仿佛带着与生俱来的贵气。可就在这时，尹成原本安静站在他身后的御姐护士丽娜颇有些急切地拉住了他正打算诊脉探出去的手臂。怎么了？尹成意识到情况可能有些不对，回过头问道。丽娜则是冲他摇了摇头，然后看向玫瑰伯爵，声音低沉道：“玫瑰女士，请换一名医师看病吧，他只是一个特聘医师，医术有限，帮不了你的。”从丽娜的语气中，尹成听出了几分危险的意思。因为丽娜的关心而心中略微有些波澜的同时，他当即就动用洞察之眼，观察起了眼前优雅而魅力十足的玫瑰伯爵。血族伯爵，玫瑰，种族血族，友善度敌视。他的心情很糟糕，王者诱惑也不能令他对你产生好感。实力血衣厉鬼，红衣之上的恐怖存在。喜好鲜血，血族成员的最爱，没有之一。保持贵族的优雅。弱点鲜血，喜好也会是致命的弱点。血族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当前状态厌食症，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看了一家又一家的医院，一个又一个的医师，却始终未见成效。为了维护其自认为完美的贵族名誉，隐藏自身的秘密，所以他杀死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师。拥有王者诱惑天赋的你，血液或许对他有着足够致命的诱惑力，请小心行事。洞察之眼反馈回来的信息，让尹成当时就倒吸了一口凉气，头皮发麻的同时，他感觉自己的汗毛都一根根倒竖了起来。王者诱惑的天赋居然会让他的血液
对面前的血族拥有致命的诱惑力。还有特么的，你一个血族得了厌食症是个什么鬼啊？麻了！尹成是真的有些麻了。玫瑰伯爵的病症说简单倒也很简单，说难那也是难如登天。血族真正意义上的食物自然就是鲜血，得了厌食症会有多么的痛苦，毋庸置疑。关键的问题在于，玫瑰伯爵是一尊血衣厉鬼级别的可怕存在，足足比丽娜高出了一个阶位。一旦发难，就算丽娜有心想要庇护他，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怎么办？怎么办？不治那肯定得死。治玫瑰伯爵一看就是经历了很长时间厌食症的折磨，所以才会看似优雅，实则对谁都是杀意盎然的状态。要是知道了我鲜血的秘密，该不会当场给我吸干了吧？尹成心中焦急，脑门上顶着一个大大的 V 字。小姑娘，你只是一名护士，又怎么能够确定这位医师一定就看不好我的病呢？玫瑰伯爵声如玉珠坠地，精粹的同时又有些甜腻的感觉，嘴角挂着优雅贵气的笑容。可那猩红的双瞳，目光落在丽娜的身上，无形的压力让丽娜本就如白玉般毫无血色的面孔，像是越发的苍白了。血衣与红衣一字之差，天差地别。然而丽娜依旧没有退让，哪怕扛着巨大的压力，也紧紧地握着尹成的手臂。触感冰凉，却让尹成的心中生出一股暖意。惊悚游戏降临的世界，人性早已经经不起信任与考验。一只刚刚建立起亲善关系的惊悚世界鬼怪，能够为他做到这种程度，已经尤为不易了。心中有些温暖的同时，尹成原本有些焦躁的思绪也瞬间平静了下来。他另一只手轻轻地搭在了丽娜抓着自己的玉手之上，轻轻地握了握。轻微的小动作让丽娜的目光落在了尹成的脸上。只见他温和地笑了笑，自信洋溢的表情似乎令丽娜明白了什么。精致的面孔闪过一丝微红，丽娜不着痕迹地抽回玉手，再度安静地站在了一侧。有趣。玫瑰伯爵漂亮的眸子忽闪忽闪，饶有兴趣地打量着一人一鬼。惊悚游戏的降临，人类被拉入惊悚世界，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可如同尹成这样能够以人类身份，似乎和惊悚世界的鬼怪产生了情谊的，他倒是第一次见识。在玫瑰伯爵的印象中，人类孱弱，对鬼怪有着天生的恐惧以及敌视，因为绝大多数的鬼怪都是将人类视作食物一样的存在，彼此敌视，心生恐惧，自然是很常见的事情。最不济，那也是敬而远之。唯独像尹成这样，似乎还能和鬼交朋友，而且还得到了信任的，属实是特立独行了。人类，你不害怕我？出于好奇与兴趣，玫瑰伯爵暂时将看病的事情放下，不断打量着尹成，像是要将他看透一样。怕？尹成头脑前所未有的清晰，诚恳地回应道：哦，可是我没有从你的眸子里看出恐惧的情绪。那是因为我知道，一位合格的贵族会无时无刻维持自身的优雅与贵气，即使处于暴怒状态，他们也依旧会维持自身完美的仪态。况且我还得为你诊病，不是吗？有着洞察之眼得来的信息，尹成能够很轻松地做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虽然有拍马屁的嫌疑，但为了活命，拍拍马屁又算得了什么呢？小家伙，说话真好听，我开始喜欢你了呢。能被一名优雅的贵族女士欣赏，是我的幸运。好了，言归正传。玫瑰伯爵前一秒笑颜如花，下一秒就恢复了冷峻生人勿近的姿态，变脸速度堪比分数。贵族的经典技能了。虽然我很喜欢你这嘴甜的小家伙，不过你要是不能看好我的病……玫瑰伯爵妖异的眼神散发着淡淡的危险光泽，话没有出口，却已经让尹成感受到了死亡的危险。纵然心里有些不快，可那也没办法，这就是惊悚世界。人类的傲气，人类的棱角，在这里早就被磨平了。生存才是唯一的准则。若是谈论别的东西，或许我无能为力。可若是谈论医术嘛……尹成脸上流露出绝对的自信。我虽然只是一名特聘医师，可我能够毫不夸张地说，整个第三医院没有谁的医术能够超过我。此言一出，一侧的丽娜眼中光彩更盛，玫瑰伯爵看向她的眼神都变得有些难以捉摸了起来。自信是好事，自信过头就不见得了。小家伙儿，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吧？抱歉，如果实话实说，会被当成是盛气凌人的自傲。那么我只想说，第三医院的医师在我面前都是垃圾。尹成此刻彰显出了与之前的小心翼翼截然不同的狂傲。他此刻要做的，就是将自己医道妙手的身份给彻底树立起来，顺便借助玫瑰伯爵的恐怖实力，让自己在第三医院内稳如泰山，再无性命之忧。很好，我喜欢你的自信。玫瑰伯爵没有因为尹成的自傲而产生丝毫不满，反倒是再度露出了笑容。开始吧，希望你的自信真的能够与你的医术相匹配，请伸出手来。尹成没有要继续说下去的意思，打算以行动说明问题。多少装模作样，一下子一眼就看穿别人得了什么病，多少是有点离谱的。终于，玫瑰伯爵显然还是有些见识的，取下了长袖皮手套，精致完美的玉手递到了尹成的身前。尹成毫不忌讳地将两根手指搭了上去，尽管没太用力，感触也是一等一的美妙，肤若凝脂，还有着丽娜所不具有的淡淡温度。卖相吗？哦，一摸三不知，带入神医身份过头，尹成差点忘了自己压根儿不会医术了呢。收敛心神，尹成收回自己的手，故意皱起了眉头。玫瑰伯爵见状，眼神带着几分好奇，他倒是很想知道，眼前让他颇为看得顺眼的人类，是否真的能够靠诊脉就发现自己的病情？女士，你的病症我已经了解了，想必你应该已经受这种病的折磨很久了吧？你真的诊断出来了我的病症？玫瑰伯爵眼中的光彩逐渐明亮了起来，尹成能够清晰地从中读出迫切的情绪。厌食症，没错吧？也就在尹成刚刚开口的刹那，恐怖至极的杀意笼罩了整个会诊室，血色的光芒更是将整个屋子彻底笼罩了起来。玫瑰伯爵依旧坐在原地，独属于血衣厉鬼级别强者才
才能够掌控的领域力量，顷刻间覆盖了会诊室，血衣之下步入其中，有死无生。突如其来的惊变依旧在尹成的预料之中。洞察之眼得到的信息来看，玫瑰伯爵很是在乎自己贵族的声誉。验尸证明，对于一名血族而言，其意义自然是非同小可的。一旦传出去，被别的血族知道了，恐怕他将会立刻成为整个血族的笑话，还是被钉在耻辱柱上的那种。毕竟血族不爱喝血了，难不成改喝纯牛奶？不过尹成其实很清楚，玫瑰伯爵也不算是不爱喝血，正如同他的喜好那一栏中，鲜血依旧是他的最爱。更大的可能是因为他对鲜血品质的挑剔程度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才会导致了验尸证的出现。我开始有点不那么的喜欢你了，小家伙儿。随意泄露一位贵族的秘密，可是很不礼貌的举动哦。玫瑰伯爵妖异的瞳眸之中散发着森然的杀气，一条条血色丝线如同活物一样从他的身后蜿蜒而出，轻轻地触碰着尹成的脸颊，有些痒痒的同时，也让他感受到死亡如此临近。尹成的身后，丽娜举步维艰，完美衬托出她曼妙身姿的护士服，彻底化作了嫣红之色。手术刀轻轻争鸣，丽娜的背后竟然有着一双灰色的羽翼在悄然展开，她的双眸也在逐渐化作淡漠冰冷的灰白。玫瑰伯爵见状，眉头微皱，看着丽娜背后的灰色羽翼，眼神略显诧异。小女鬼，我劝你不要轻举妄动。你背后的大家伙虽然会让我感到麻烦，但还没有达到让我完全忌惮的程度。放了他。丽娜的语气冰寒刺骨，抵抗着巨大的压力，却依旧没有服输。为什么他可以理解一只鬼物因为种种原因庇护人类，但无法理解丽娜居然可以为了一个人类做到这样的程度？因为她治好了困扰我很久的病，也因为她是一个很好的医师。丽娜冰冷地回应道，心里还有一个懵懂的念头，她则是没好意思说出口来。毕竟让一只女鬼亲口说出因为尹成是她朋友这种话，怎么都感觉饱含一些复杂深意的样子。尹成的会诊室不远处，另一间会诊室内，第3医院的主任和其余的医师同僚们汇聚在一堂，他们的脸上纷纷挂着期待而又紧张的神情。期待是希望玫瑰伯爵干掉了那人类医师之后赶紧离开，紧张则是担心玫瑰伯爵可能会因为又一次的看病无果而彻底愤怒，从而牵连他们。人类和丽娜的气息消失了，应该是被玫瑰伯爵的血色领域笼罩了。突然，主任语气低沉的开口，其余医师们脸上的表情也郑重了起来。那小子死定了，我们第3医院都无法解决的问题，一个毛头小子又能怎样？只希望玫瑰伯爵杀了那小子之后能够平息怒火，不找我们的麻烦吧。难说玫瑰伯爵来我们医院多少次了，他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我们甚至都不敢去探听他的病症是什么，知道的医师都死掉了。若是一直无法得到医治的话，谁也没办法保证一位血医级别的存在疯狂之后会做出什么事情来。等戴眼镜的主任，镜片背后的瞳孔内散发着蒙蒙的光泽，吐出一个字之后便不发一言。会诊室内也瞬间安静了下来，走廊内各种鬼怪和尹成的会诊室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却又眼巴巴地翘首以盼，似乎也在等待着最终结果。玫瑰伯爵的病在第3医院内也算是流传已久，至今没有哪一位医师能够治好，自然也就成为了鬼怪们口中的一大谈资。甚至有胆大包天的鬼怪暗中开盘，引诱其余鬼怪下手，赚得盆满钵满。也有许多的鬼怪在猜测玫瑰伯爵究竟患上了什么诡异的病症，以至于如此长的时间过去都没能够得到解决。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比如玫瑰伯爵的黑心闺蜜，更是疯狂的暗中搜集着玫瑰伯爵的诊疗信息。丽娜，相信我可没说我不能治好玫瑰伯爵啊！血色领域之中，尹成伸出有些僵硬的手，拉住了丽娜。对方身上的冰寒气息更胜以往，让她忍不住打了个哆嗦，手掌上都凝结了一层霜润。此言一出，诊疗室内惊愕无比的局势瞬间缓和不少。玫瑰伯爵妖异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惊讶，对方自信过头的样子让他有些怀疑眼前人类的可信度，但他的内心又迫切的希望自己的厌食症能够得到解决。你真能治疗我的病？当然，我不会拿自己的生死开玩笑，生命只有一次，我可不想就这么浪费掉。尹成自信的语气让玫瑰伯爵心中的怀疑稍微降低了一些。说说看。玫瑰伯爵冷静了下来，舔舐着尹成脸颊的血丝也随着收敛了回去。很简单。尹成转过头冲丽娜微微一笑，借用一下你的手术刀可以吗？丽娜虽然有些疑惑，但还是点了点头。接过手术刀，尹成有些苦兮兮地盯着自己的手指头，心中暗叹一声：古有佛祖割肉喂鹰，现有他尹成割只为血族，为了自己的性命，还能怎么样呢？手术刀的锋利远超尹成的想象，只是轻轻一划，实质的鲜血瞬间流淌而出，一股人类无法嗅到，对于鬼怪们而言却充满了诱惑力的芬芳瞬间弥漫而出。玫瑰伯爵的眼神刹那间就直了，不仅仅只是他，就连并非血族的丽娜心中都萌生出了一股淡淡的渴望。吧唧，当鲜血即将顺着手指滴落到桌面上的时候，出乎尹成和丽娜意料之外的场景出现了。他有想过自己的鲜血对玫瑰伯爵有很大的吸引力，却没想到这吸引力何止是很大，简直就尼玛的离谱啊！处处充满了优雅之态，即使是杀戮都要优雅的玫瑰伯爵，竟直接将他的手指拉
拉了过去，放进了嘴里。玫瑰伯爵白皙的脸颊上瞬间改变了神情，之前的眼神无光一扫而光，此刻尹成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血族天生具备的麻痹猎物的能力，让他感受到了曾经前所未有的感觉，以至于他都忽略了自己身体正在逐渐虚弱，像是困极了一般，都快睁不开眼的状态。他的脸色迅速苍白了下去，和丽娜都有得一拼。尹成，丽娜回过神来，惊呼一声，才将沉沦其中的尹成给惊醒。卧槽！他的声音都变得沙哑而无力。停下，快停下！再吸下去我就得嗝屁了。尹成有些绷不住了，想到了有吸引力，但没想到吸引力会这么大的抽象。可他区区一个人类，又如何能够拗得过血衣级别的血族伯爵？即使是丽娜从旁帮他，也是完全无可奈何。尹成只感觉自己脑门上的 V 字正在飞速向着死字转变。霎时间，他脑海里灵光一闪，其中生智，拼尽全力用沙哑的声音大喊道：“女士，一顿饱和顿顿饱，你应该还是明白的吧？”此话一出，玫瑰伯爵享受而贪婪的眼神终于恢复了几许清明。脸色苍白如纸，身体像是鬼上身，连动弹一下的力气都没有，很诡异，也让他心绪无比的复杂。既想要将手指抽回来吧，又有些恋恋不舍的那种纠结感，很是要命。好在玫瑰伯爵被尹成的话给惊醒，没有继续吮吸他的鲜血，仅仅只是将他的手指头含着，像是在品味着刚才汲取的美味。散发着绝美魅力的脸神红润逐渐褪去之后，玫瑰伯爵才恋恋不舍地松开了口中的手指，悄然间流露出来的媚态，让即使是虚弱至极的尹成也是微微地弓起了身子。他也不是什么柳下惠，更不是无能之人。若是面对如此姿态的玫瑰伯爵，他都没有半点敬意，那尹成估计就得考虑考虑，自己是不是和那个死掉的坤坤疯男子一样有大问题了。小家伙，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呢，跟我回城堡里去吧，我保证将你养得白白胖胖的呢。玫瑰伯爵猩红而妖异的眼神，看得尹成一阵毛骨悚然。开什么玩笑？被带回血族城堡养起来，充当人形储血库。一想到那种凄惨的下场，尹成脸色都阴沉了几分。女士，这就是你面对能够治疗你病症医师的态度吗？玫瑰伯爵，你有些过分了。丽娜眼中同样泛起怒意，她不容许自己尊敬的医师受到这样的待遇。刹那间，她身后的羽翼展开到了极致，身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托举到了半空。血色的领域之中，一股尤为特殊的力量自丽娜的体内弥漫了出来。那股力量荡漾出来的波纹所过之处，桌椅、纸笔竟然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腐朽了起来，连领域中的血色似乎都在以极为缓慢的速度褪色着。尹成惊愕无比，他没想到丽娜身为红衣级别的鬼怪，竟然能够影响到玫瑰伯爵的领域。连人类世界都众所周知，鬼怪当中每一级的差距都犹如天堑，丽娜却能够做到如此程度。答案只有一个，她是特殊鬼怪，拥有着表里两层身份的那一种。人类在惊悚游戏降临之后，也并不是毫无建树的。一些老玩家们已经逐渐摸索出了有关于惊悚世界的很多信息，特殊鬼怪就是其中之一，一体双魂，或者具有表象和里象双重身份，甚至于平时看上去就是一件死物，却能够转化为恐怖鬼怪的存在，都是属于特殊鬼怪的一种。毋庸置疑的一点是，特殊鬼怪在惊悚世界之中是极为罕见的，他们要么极端强大，要么具备某些罕见的能力。丽娜这不就是具备罕见能力的特殊鬼物？看样子洞察之眼也并非万能。丽娜的里象身份，至少我就无法窥破。尹成深深的警醒，对于惊悚世界的危险程度又有了全新的认识。当然，他更加怀疑自己无法看穿丽娜里层身份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实力太弱的缘故。洞察之眼是神级唯一天赋，按照道理而言，肯定不会那么简单才是。收起复杂的思绪，尹成看向丽娜的时候，再度尝试动用起了洞察之眼。下一刻，反馈回来的信息则是和最初看到的产生了一些变化。第3医院护士丽娜，种族李湘，死亡天使，罕见至极的特殊鬼物，拥有给世界带来死亡凋零的可怕力量。友善度、信任，能够收获鬼物的信任是难能可贵的事情，还请珍惜。磁力、准血衣，极度不稳定状态，过于强大的力量往往不是能够轻易掌控的，尤其是境界不足的时候。喜好学习医术，渴望成为像尹成医师那样妙手回春的医术大师。因某人而产生的转变，此弱点，双腿、羽翼，象征死亡的双翼，或许也会给自己带来死亡。当前状态，愤怒，他无法看到自己崇敬的医师遭受苦难而坐视不理，或许还有一些别的因素。看到信息的第一时间，尹成没有去惊叹丽娜里象身份的强大，而是真切地感受到了丽娜对自己的关切。红衣厉鬼的他尚且无法掌控死亡天使的力量，他却能够为了他动用那股可能会给自己造成伤害的力量，来与玫瑰伯爵相抗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不可胜而战之。有时候不是因为愚蠢，而是因为简单纯粹。这一刻，尹成的心里像是明悟了一些东西。死亡随处可见的惊悚游戏中，同类相残、彼此欺骗利用的情况太过正常，以至于玩家们之间在游戏中几乎难以建立起信任关系。第一次来到惊悚世界，他没有与同类产生过多交集，反倒是和一只漂亮的女鬼建立起了信任关系。鬼怪那种铭刻在骨子里，给人带来的恐惧感正在逐渐散去，取而代之的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鬼怪同样也是能够成为朋友的，更甚至至少从丽娜的身上，信任关系建立起来之后，尹成能够感受到，只要自己不做出某些脑残的举动来，对方真是在将自己当做可靠的朋友来对待的。他没有人
人类那种复杂至极的思想，信任就是信任。因此，为了尹成这个人类朋友，他能够扛着高自己一阶玫瑰伯爵的压力来维护他。不喜欢的，也就是不喜欢，他能够手段残忍地杀死一名人类男子，如碾死一只蚂蚁，简单而纯粹。丽娜，相信我，让我来处理好吗？尹成平静的目光像是具有某种魔力一般，与丽娜对视着，温和无比。简单的话语却让他迅速地平静了下来。好，只是简单的一个字，却让尹成感受到丽娜对他的信任更一步加深了。果不其然，洞察之眼下，丽娜对他的友善度已经从信任提升到了推心置腹。尹成嘴角微微上扬，他治疗丽娜的小小恩情，以及他冒牌医师的身份，换来了丽娜的好感，甚至从亲善提升到了信任的程度。所以丽娜不惜付出代价，也想要保护他。同样的，尹成不希望看到丽娜受到损伤，而让他停手的举动，也让丽娜感受到了来自他的关切，所以他的信任进一步加深了，简单而纯粹。诊疗室内气氛依旧有些剑拔弩张。丽娜虽然听从尹成的话，收起了逐渐开始暴走的力量，她看向玫瑰伯爵的眼神依旧充满了警惕。反观玫瑰伯爵，则是眼神略显古怪地打量着丽娜和尹成，脸上的表情十分玩味。你们似乎误会了我的意思。作为一名优雅的贵族，将自己的恩人驯养成人形血库之类的，可不是一名真正的贵族能够做出来的事情。不过，玫瑰伯爵微微停顿，猩红的眸子闪烁着妖艳的光泽。医师先生，不知道你打算如何治疗我的病情呢？致命问题，一个回答不好，可能就得嘎的那种。他的血液对玫瑰伯爵有着足以致命的诱惑，从对方完全不够优雅，将他的手指塞进嘴里，就足以证明心理层面的厌食症在尹成鲜血的面前是那么的不堪一击。治病很容易，但尹成现在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持续性、阶段性的进行治疗，而不是当场被玫瑰伯爵吸得一滴都不剩。又或者说，他给出的方案对方不满意，进而还是选择将自己带回他的古堡内饲养起来。尽管玫瑰伯爵说了，他不会当饲养人形血库一样对待尹成，可是失去自由什么的，同样不是尹成希望看到的。想了想之后，尹成将准备好的话术说了出来。玫瑰女士，与其说你有厌食症，其实不如说是因为你的贵族身份养成了你挑剔到极致的胃口。这么说不介意吧？你继续。玫瑰伯爵面色微微变化，有种被戳破了小秘密的感觉。我的鲜血毫无疑问对你有着足够的吸引力，这一点你应该也不会否认吧？当然。玫瑰伯爵这次则是毫不犹豫的回答。很好。尹成面色苍白，脸上却依旧保持着笑意。我所在的国度有一句话叫做物以稀为贵，不知道你怎么看待？物以稀为贵，有趣的总结。大多数时候的确如此。同样的一种食物，若是天天吃，纵然是山珍海味，也终究会有腻味的那一天，不是吗？玫瑰伯爵闻言莞尔一笑道：“小家伙儿，拐弯抹角这么半天，就是为了让我有节制地吸食你的血液，从而给你充足的时间成长，然后想办法逃离我。”不，尹成摇了摇头，目光诚恳地直视着对方的眼睛。一尊血衣，厉鬼级别的强者，拥有领域式标志，被共识的信息放在整个惊悚世界内都是处于上游的存在，更别提你的背后还站着血族。我只是一名倒霉蛋，被惊悚游戏选中，拉入了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所幸运气不错，遇上了丽娜这样漂亮温柔的女士，给了我一个颇为安全的身份而已。尹成充分发挥着自己的3寸不烂之舌，与玫瑰伯爵谈判的时候，还不忘记暗暗地给丽娜送上一骑马匹。论成哥的社交话术，多余的话就不说了。我没有能够在这个世界完美生存下去的实力，如果能够抱上一条大腿，而我又只需要付出一些不足以致命的血液，何乐而不为呢？至于逃离，尹成颇有些苦涩地笑了笑。伯爵女士，你可知道，若是换一名人类玩家，他们会有多么羡慕我眼下的待遇？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身为鬼怪的你们如何看待这样的问题，但我选择活着，哪怕会活得卑微，但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哪怕希望只是黑夜里的一缕星火，我也依旧愿意追逐它。玫瑰伯爵眼神微微动容，丽娜的玉手更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轻轻地握住了尹成的大手，他们能够感受到尹成这番话的真诚，以及那种发自内心的对生命的真实。抱歉，一番感慨让你们见笑了。话归正题吧。尹成正色了起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是一名医师，伯爵女士，你是我的病人，你付出医疗费，而我则负责将你的病给治好，这也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若是能够从伯爵女士你的手里得到一星半点的好处，也足够新人玩家的我受益无穷了，不是吗？小家伙儿，你很聪明，也足够的坦诚。玫瑰伯爵他向尹成的目光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从尹成的身上看到了一种常人所不具有的韧性，独一无二的韧性。这种韧性恰巧就是在惊悚游戏内生存下去的关键所在。所以你愿意尝试一下，遵从我的建议，使用我的医疗方案吗？说了这么多，还真情流露了一番。他自然不希望自己的口水白白浪费，但玫瑰伯爵的态度依旧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可以，仅仅只是简单的2个字，却让尹成的内心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他甚至能够感受到握着自己手臂的丽娜分明也放松了很多。不过玫瑰伯爵话锋一转，不过什么？你的潜力非常不错，能够让一尊死亡天使都对你信赖无比，还拥有着常人所不具备的求生韧性，所以……玫瑰伯爵说到这，故意停顿了下来，柔嫩灵动的舌头微微舔舐着他的嘴角，猩红而妖异的眸子里闪烁着异样的神采。唰，血色领域内，玫瑰伯爵的身影转瞬消失在了原地。尹成与丽娜根本来不及做出半点反应。血衣厉鬼的真正实力，纵然丽娜有着死亡天使的理想身份，
也根本无济于事。本就因为失血过多而有些昏沉麻木的尹成，感官早已经迟钝不堪。他只是察觉他的身后多出了一具曼妙的身姿，紧紧地贴着他的后背，血族的身躯远没有鬼物那么冰凉，甚至还有点润。下一刻，尹成就感觉自己的脖颈处出现了淡淡的微润感。他猜想玫瑰伯爵应该是又咬了他，只是因为血族的特性，纵然被咬了，身为人类的他都察觉不到半点痛楚。昏迷的前夕，他最后的意识隐隐察觉到自己的体内似乎多出了某些东西，正在悄无声息地改造着他的身躯。随后，他便趴在桌子上沉沉地睡了过去。血丝领域内，丽娜不解地看着玫瑰伯爵，对方原本红润的脸色，此刻略微有些苍白。为什么玫瑰伯爵至今都尚未将自己的初拥交给任何人的你，为什么会选中他？丽娜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问出这个问题，并且在发问的时候，她的心里还有一些莫名的感觉。你可以理解为投资，又或者说这就是我付给医师先生的报酬。初拥的消耗令他有些虚弱，玫瑰伯爵的脸上却挂着满足的笑容，目光落在尹成的身上，尽显满意。投资后边半句话，丽娜倒是能够理解，前半句反倒是让她感觉有些莫名其妙。以玫瑰伯爵的实力，还需要在一名人类的身上进行投资。尽管在丽娜看来，尹成是一名伟大的医师，医术高深莫测，连玫瑰伯爵的难题都被对方所解决，但那也无法避免尹成只是一名脆弱人类的问题。玫瑰伯爵将珍贵无比的纯血血族初拥动用在了一名人类的身上，在丽娜看来，显然是有些匪夷所思的。就当做是我的直觉吧，总感觉可爱的小家伙未来能够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呢，说不定那时候我就能在大树底下乘凉了，那似乎也挺美妙的。说着，他用泛着红芒纤细的手指在虚空中轻轻地刻画出了一道小小的血族特有魔法阵。魔法阵向着尹成的手臂飞去，最终烙印在了上边，化作了一个印章大小的图案。做完这小小的举动之后，玫瑰伯爵目光落在丽娜的身上，嘱咐道：等他醒来，记得告诉他，通过他手臂上的阵法，能够将东西传送到我的手里。作为一名贵族，我愿意遵从医师先生的嘱托，多久服用一个疗程的药物，让他看着安排好了。还有，记得今天发生的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哦，对了，记得告诉他，要是一个疗程的药物让我感觉不太够的话，嘻嘻。看着收起了领域，娇笑而去的玫瑰伯爵，丽娜一时间有些愣住了，似乎有些没想到，杀死了第3医院好几名医师，对其余鬼怪敬而远之。连他都忌惮无比的玫瑰伯爵，居然会露出这样的姿态。领域消失了，会诊室内戴着眼镜，看上去与常人无异的主任眼中金光一闪，其余10几名医师也微微躁动了起来。他们的心里长舒了一口气，暗自庆幸丽娜那家伙找来了一名特聘医师，这才让本应该出现在他们其中的某位倒霉蛋能够幸免于难。至于治好玫瑰伯爵的病症，这样的问题他们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突然，主任沉吟一声，脸色变得有些阴翳了起来。你们有没有听到玫瑰伯爵的笑声？哈！粗犷的狼人医师微微一愣，面色瞬间有些僵硬了起来。我好像听到了，不过他的话还没说完，瞬间炸裂成了一堆碎渣。嗖！主任脸色难看的像是吃了奥利给。他所掌管的10几名医师，在看到门外那道身影的时候，竟然整齐划一的全部缩到了他的背后去，让他独自一鬼来面对玫瑰伯爵那等恐怖的存在。新来的医师很不错，我很欣赏。谁也没有想到，玫瑰伯爵专程来留下了这么一句话之后，扬长而去。好半晌之后，会诊室内的医师们才恢复了镇定，他们的眼神齐刷刷转换成了难以置信的模样，似乎在说那人类医师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谁也没有察觉，主任的眼神深处浮现出一丝前所未有的阴翳。第3医院大门口氤氲载着优雅的女声和发生在会诊室门前被一大票鬼怪看在眼中的场景，在玫瑰伯爵离去之后，彻底引爆了第3医院的氛围。不可思议，玫瑰伯爵居然没有杀死那名人类医师马萨卡，他那神秘的病症居然真的被人类给治好了。哦，谢特，我倾家荡产在骰子鬼那下的注啊！法克，我要生撕了那名人类！哦嚯，喜闻乐见的赌狗跳楼环节到了，笑死！杀了那人类，玫瑰伯爵点名称赞的家伙，你们该不会以为仅仅只是一句称赞那么简单吧？不是吧？不是吧？等等。连玫瑰伯爵的病都被那人类给治好了，是不是证明那家伙的医术水准真的很强？华生，你发现了盲点。有鬼欢喜，有鬼愁。玫瑰伯爵的事情，在绝大多数鬼怪的眼中，也就仅仅只是吃瓜而已。但在这群碰巧需要被医治的鬼怪们眼中，就有些截然不同了。他们各自都存在一些或大或小的问题。第3医院的医师也并不能够完全完美的解决他们的问题，否则他们也就不会成为回头客了。一时间，第3医院的气氛又安静了下来。众鬼你看我，我看你，眼神逐渐热切了起来。就连那因为尹成而说的倾家荡产的电锯狂人都安静了下来，甚至还趁着众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向着尹成的会诊室摸了过去。他也同样有着某些难以解决的病根，人类特聘医师的身份，尹成的会诊室是不需要挂号的，也就导致会诊室外一群顽疾难以解决的鬼物们，为了争抢一个被率先诊治的机会而大打出手。角落里几名瑟瑟发抖却割不断腿儿的人类女玩家，一个个嘴巴张成了 O 字形，身体残缺带来的伤痛都暂时被惊讶与震撼所掩盖。他们很难想象，同样是人类，为什么差距会如此之大？他们小心翼翼的
看护着第一病区的病人，生怕做错了半点事情，结果还是被抓着各种小毛病，被鬼怪们残忍地吃掉了身体的一部分。反观影城，似乎因为治好了某位强大鬼怪的病症，一下子就成为了第3医院内炙手可热存在，连鬼怪们都争相追捧，哪里还用得着担心什么安全问题？不同境遇所带来的落差感，令他们嫉妒的同时，心底还生出了一些额外的念头。宽敞的走廊因为鬼怪们的争先恐后而显得十分拥挤。昏睡状态的尹成并不知道，他的会诊室门前已经排起了长龙一样的队伍。好在有丽娜这个贴心的好帮手，替他维持住了秩序。另一边，10几名鬼怪医师汇聚的会诊室内，主任的脸色阴晴难定，瞳孔深处弥漫着他人难以察觉的杀意。他的计划绝不容许任何意外因素的破坏。可偏偏那该死的人类小子居然会被玫瑰伯爵所看中，血衣厉鬼级别的恐怖存在，即使是他这位第3医院的主任，在对方的眼里也与蝼蚁无异。该死，该死！区人类为什么就不能安心的去死呢？主任心底疯狂咆哮，表面上却还要维持着平静。主任，咱们现在怎么办？那人类小子好运的被玫瑰伯爵所看中，咱们要不要表露一点善意，给那位卖个面子？尽管他们对尹成是羡慕嫉妒恨，但那又能怎么样呢？还不如切合实际一点，想办法从尹成这边侧面讨好一下玫瑰伯爵。那可是血衣厉鬼啊，随便扔点东西都足够他们这些连红衣都算不上的家伙受益匪浅了。表露善意，主任镜片之后的双眸阴翳无比，语气有些意味深长道：“的确，那可是玫瑰伯爵，当然值得我们表露善意了。既然主任你也这么想，那么咱们接下来怎么做？”神经大条的鬼怪医师们显然没有意识到主任的古怪之处，而是一个个都阴气地想着该如何讨好玫瑰伯爵的方案。不急，就算要给予那人类一定的好处，也得在游戏的规则之内，不是吗？主任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眼眸内闪烁着狠辣之色。昏迷了几乎半个小时的尹成，感觉自己像是做了一个奇幻的梦，梦醒时分却又什么都会想不起来的那种。我似乎……尹成握了握拳，那种感觉像是能够随手一拳打死一头牛的古怪感觉，让他有些莫名其妙。难不成我太过虚弱，导致自己出现了幻觉？他忍不住尝试性的站起身来，噼里啪啦，浑身的筋骨顿时发出一阵清脆的声响。尹成只感觉自己的身体状态好得简直前所未有，连曾经因为996而留下的陈疴旧疾似乎都全然消失了。丽娜看屋内没人，尹成尝试性的喊了一声，会诊室的门应声而开。你醒了。丽娜白皙无血丝的脸上笑颜展露，关门之后，她赶忙走上前来，围绕着尹成转了好几圈，确定他没有任何问题之后，丽娜才松了口气，笑吟吟地打量着他。尹成感觉丽娜的眼神似乎有些不对劲，赶忙问道：“玫瑰伯爵呢？他是离开了，还是走了？”丽娜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语气中的兴奋也跟着退却。尹成见状，心中暗道一声：自己真蠢。丽娜能够一听见自己的呼唤，立马就出现在身边，很显然是一直守候在外边，保护着他的安危。然而他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居然是将丽娜叫进来，然后询问玫瑰伯爵那女人，这不是纯纯的负心汉表现吗？肿么办？肿么办？尹成的脑袋飞速思考，不知道是陈哥的外号发挥了作用，还是他想给天下女人一个家的本质开始生效。尹成故作松了一口气的模样道：“万幸他已经走了，我还以为欲言又止的状态。果不其然，勾起了丽娜的好奇。以为什么？他没有第一时间开口，而是上前一步，轻轻握住了丽娜冰凉如玉的小手，然后攥紧。我还以为我要失去在这个世界唯一的最重要的朋友了。丽娜真诚而饱含情感的目光，加上略微让人有些肉麻的语气，作为一只毫无经历的黄花小女鬼，丽娜什么时候面对过这样的场景？白皙的脸上瞬间升起红云，目光都变得躲躲闪闪了起来，不敢直视尹成的双眼。你在说什么呢？什么就要失去我了啊？丽娜有些小慌张的语气，带着些许疑惑，明显比冷冰冰的回应多出了几分异样的情绪。更重要的是，她默认了自己是尹成唯一的、最重要的朋友。这一点，没吃过猪肉，尹成还是见过猪跑的。看过不少狗血剧的他，当即心领神会，将丽娜的小心思彻底拿捏。你知道吗？就在刚刚昏迷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尹成脸上带着心有余悸的表情。噩梦？丽娜越发的好奇，以至于都忘记了他的双手还被尹成肆意的抓着。是的，尹成语气变得有些惶恐。我梦见玫瑰伯爵，他最终拒绝了我的提议，仍旧坚持要将我带回他的古堡，当做人形血库饲养起来。你知道当时我有多么的绝望吗？略微颤抖的语气、惊慌的眼神，以及双手越发用力抓紧，生怕会失去了什么一样的举动，让丽娜那颗早就不会跳动的心脏，此刻像是再度扑通扑通的跳动了起来。她也说不上来，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感觉？看向尹成的目光却是柔和到了他自己都难以察觉的程度。在梦中，我以为自己死定了，但是你，丽娜，是你不惜一切代价，拼死都要拯救我，甚至为了我。尹成恰到好处的没有说完，眼眸中闪过一丝哀伤，沉默不言。丽娜也被这种情绪所感染，紧紧地抓着尹成的大手，不愿放开。我以为我要失去你了，丽娜，真是万幸，那只是一个噩梦。如果说我们之中真的有一个必死无疑，我希望那个人会是我。安静了半晌之后，尹成双手轻轻抬起丽娜的脑袋，直视着她的双眼，眨言眨语，张口就来，配合上他那教科书式的温柔眼神，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攻势的丽娜当场就被融化了。她想要说点什么来表达自己一切都是自愿的，想要告诉尹成，为了朋友就算是死她也在所不惜。然而
成哥被动天赋觉醒的尹成，轻轻地伸出一根手指，点在了丽娜冰冰凉凉的嘴唇上，完全不给丽娜开口的机会，一切尽在无言中。指尖的温润，以及两张靠得很近的面孔，逐渐开始令屋内的气氛升温，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两张面孔彼此之间仅仅只剩下了尹成那根手指的距离之后，咚咚咚，敲门声响起。回过神来的丽娜脸上的红润一闪而逝，像是小兔子一样一下子蹦开老远。尹成内牛满面，千言万语在心中化作了一个超字，功亏一篑啊！丽娜一看就是那种毫无精力的黄花小女鬼，好不容易有这么水到渠成的机会，结果却被打断了。转职亡灵骑士的机会就在眼前，却被小小之辈阻断道途，阻道之仇不死不休。不知不觉间，尹成的心态早已经发生了转变。亡灵骑士什么的，好像也不是不可以的样子。他还没发现的是，不单单心态，他的身躯也已经被改变了。毕竟是上班时间，尽管被打断了攻略进程，尹成也还是压着心底的不爽，准备给鬼鬼们治病。到现在为止，惊悚游戏都还没给他颁布任务，他都有些疑惑，隐藏身份是不是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根据现实世界那些高玩的游戏经验来看，惊悚游戏将玩家拉进对应的副本之后，会随机分配对应的身份，或者如同第三医院这样，由鬼怪来给他们安排身份。基本上，身份确定之后，惊悚游戏对应不同玩家的任务也会随之发布。完成任务是第一要素，那是脱离惊悚世界。回归人世的唯一办法，其次自然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求生了。到了尹成这儿，特聘医师的身份到手之后，病人都打发了2位了，任务却依旧是毫无头绪的样子，自然让他感到有些古怪。进入到会诊室内的不是前来求医的鬼怪，也不是那几名打算前来求助的人类玩家，而是戴着眼镜、面色略显阴翳的第三医院主任。尹成也不管是谁，当即动用洞察之眼观察起来者的信息。第三医院主任贺毅，种族阴魂，贪财鬼，友善度仇恨，你似乎挡了这位贪财鬼的财路。实力厉鬼巅峰，喜好钱，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可称之为钱。弱点钱，视财如命的他，终将泯灭在疯狂的敛财道路上。当前状态一定要弄死这该死的人类，让他悄无声息的在规则之内的死在医院之中。停尸库的任务似乎就是个不错的选择。那头食尸鬼想必不介意享用一番新鲜的人类血肉作为调剂品。第三病区的暴食鬼应该也会喜欢那人类年轻的肉体。尼玛，品味着洞察之眼反馈回来的信息，他有些怀疑自己的王者诱惑天赋，难不成是假的？说好的基础友善度为中立呢？怎么接二连三蹦出来的家伙都一副想要了自己小命儿的样子？丽娜是误会了，可以解释。玫瑰伯爵是因病烦躁，也能理解。特么的素不相识，面都没见过的第三医院主任，他怎么就挡了对方的财路了？玫瑰伯爵的友善度最差都才敌视而已，这货特么都直接上升到仇恨的程度了，简直是匪夷所思。尹成虽然心里正在绞尽脑汁，想着如何弄死这货，表面上则是依旧不动声色，眯着眼睛故意瞅了一眼对方胸前的身份牌道。贺主任有何指教？指教谈不上，你可是能够治好玫瑰伯爵，被他都点名称赞的医师，恐怕要不了多久，我这主任的位置都得是你的喽。心里恨不得杀死眼前的人类10000次，面上却是一副略带恭维的模样。不简单，这货肯定有大问题。尹成的心里瞬间做出判断，故意顺着对方的话道：哪里那里，主任赞谬了，只是比在场诸位医师高明了一点点而已，不值一提，不值一提。贺毅眼角忍不住狠狠地抽了抽，心道：特么的夸你一句，还真就喘上了。不过转念一想，尹成如此自大，倒也正合他的心意，那才好利用不是吗？是这样的。贺毅也懒得违心去继续恭维尹成，开门见山道：第三医院的一位老主顾需要一条合适的手臂作为替换，玫瑰伯爵验证了你医术的精湛，所以我想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主任的意思是去停尸库为那位大主顾选择一条合适的手臂，以你高超的医术，眼光肯定会高过我们，所以能不能让那位大主顾继续对我们第三医院另眼相看，就拜托你了。贺毅一副十分诚恳的模样，如果不是尹成有洞悉之言，还真就被他给骗过去了。身后的丽娜没有多说什么，意味着贺毅所言是真，大主顾应该是存在的。不过洞察之眼反馈回来的信息中，停尸间那种地方居然会存在一头食尸鬼，这怎么看都不太像是正常的操作。然而，正当尹成打算找个借口随便推脱掉的时候，惊悚游戏的声音却随之响起：恭喜幸运玩家尹成成功触发第三医院隐藏任务停尸库的秘密。恭喜幸运玩家尹成成功触发第三医院连环隐藏任务第三医院的危机。注：每完成1环隐藏任务都可获得一部分奖励，圆满完成所有任务将会获得额外奖励加成，所有奖励会在游戏最终结算时发放。原来如此，尹成心中顿时明白了他的任务始终没有被发布的缘由所在。想要成为特聘医师，就必须得有经得起鬼怪考验的医术。对于人类玩家而言，这无疑是个巨大的难点，即使是老玩家恐怕也不太够看。跨越物种的治疗就足够困难了，更别提跨越维度。普通和超凡拥有了身份只是第一步，也正是这一步的踏出，才会接触到第三医院的隐藏任务，也将会被贺毅给盯上。危机与任务自然接踵而至，接受还是推辞？尹成陷入了简短的思考当中。隐藏任务的奖励肯定是丰厚的，食尸鬼所带来的威胁，估计对于他来说应该也是足够致命的，否则贺毅就不会玩这么一手借刀杀人了。尹成很清楚自己现在的身份，有玫瑰伯爵作为后台，第三医院的这些鬼怪肯定是不敢对他轻举妄动的。他若是一心推辞，贺毅是没有办法奈何他的，毕竟这货不敢明面上除掉他，就连借刀杀人，其实对于贺毅而言就已经冒着极大的风险了。玫瑰伯爵那样的存在，一旦撕破了脸皮，很有可能会屠戮掉一切此事的相关者。贺毅之所以敢这么干，是因为他完全不知道玫瑰伯爵的病因是什么，到底有多么的严重。思虑再三之后，尹成故作沉吟道：既然主任如此信任我，那么我要是这么点事儿都辜负主任的期望，可就有些不识抬举了。不过嘛，贺毅眼瞅着对方即将答应下来，赶忙故意卖好道：放心。
心，只要你能够让那位主顾满意，报酬方面保证不会让你失望的。不，我要说的不是这个。尹成摇了摇头，那是我只是想让丽娜与我一同前去而已，顺便给我打下手而已。没问题，丽娜，你现在要是没事的话，现在就和尹成医师一起去吧。不出意料，贺毅满口答应了下来。尹成嘴角勾起一丝淡淡的笑容。洞察之眼反馈的信息，丽娜红衣厉鬼的实力一栏后边，其备注他可没有忘记。很明显，贺毅还有医院内的医师们对于丽娜的实力并不知情。第3医院的停尸库在地下负3层，因为某些原因，这里没有电梯。阴森幽冷的甬道是通往停尸库的必经之路。惊悚世界的停尸库，真实意义并非只是寄存尸体、存放尸体，每一具尸体对于医院都是有价值的。无论缺胳膊断腿儿，还是只剩下零星的几个器官，总有那么一些患病或者因为某些原因残缺了的鬼物会有所需求。停尸库等同于仓库而已。他的脚步声回荡在四下无人的阴暗环境中，加上刺鼻的消毒水和若有若无的异味，能够勾起人心中最纯粹的恐惧感。哪怕甬道内空无一物，却始终给尹成一种随时可能会有一张可怕撕裂的面孔出现在眼前的诡异感觉。丽娜，你能够察觉到附近是否有鬼怪存在吗？深入甬道一段距离之后，尹成停下脚步，谨慎地问道：“没有，怎么了？你似乎从接受了主任的任务之后，像是有些不对劲的样子。”他虽然是恋爱麻瓜，可作为一名合格的护士，他的观察能力自然还是不差的。丽娜，你是我在这个世界最信任的朋友，所以有些事情我也就不隐瞒了。尹成缓缓开口：“你应该知道，人类玩家当中极少数会觉醒天赋的吧？”听着尹成一副自己人的口吻，丽娜的心里甜滋滋的，很是配合的点了点头。寻常鬼怪或许不会知道这样的信息，但丽娜不同，她理想的身份死亡天使并不简单，自然也会知道的更多一些。我的天赋能够一定程度上将一些蛛丝马迹的信息综合起来，得到更加有用的消息。从来到第3医院的那一刻开始，我便得到了惊悚游戏的提示，说你们医院出现了问题，人手匮乏，才会招聘我们这些外来人员。可是，在停尸库选取肢体这样的事情，当真需要的是医术吗？从贺主任的眼中，我看出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他对我抱有很深的敌意。玫瑰伯爵为什么会突然找上我？这么一个新来的特聘医师，为什么玫瑰伯爵前脚刚走，贺主任就找上了门来？在这些看似只有蛛丝马迹线索当中，我嗅到了阴谋的味道，而我的天赋也推断出了贺主任有很大问题。尽管丽娜的友善度已经达到了推心置腹，并且逐渐在转变为眷恋痴迷，尹成还是不会轻易将洞察之眼这样的天赋秘密泄露出去，只是换了个意思，将其弱化了无数倍之后告知给了丽娜。居然是贺毅那家伙！恋爱脑被激活的丽娜完全没有要反驳尹成的意思，甚至连一丁点质疑都没有。丽娜，你似乎知道一些东西。不太清楚。丽娜顿时讪讪的回应：“我倒是来了第3医院很久，不过也只是一名有点小权力的护士而已。很多东西，贺毅那家伙根本不让我插手的。”尹成毫无建设性的回答，但体现出了对他无条件的信任。能够具体跟我说说第3医院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吗？你们遇上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医师、护工，还有停尸库的搬运工，甚至包括病人等等。第3医院最近一段时间总是会莫名其妙的失踪一些家伙。丽娜摊了摊手，一副无奈的表情。再加上玫瑰伯爵屡次3番的前来看病，人手也就更加的紧缺了。等等，失踪？尹成抓住了关键。仅仅是人类玩家，还是包括鬼怪？都有吧。人类玩家至今都没有一个能活着走出第3医院的呢。不过你放心，有我在，尹成你肯定会安然无恙的。丽娜拍了拍他那胸怀若谷的壮阔，带起一阵波澜起伏，诱人的景色。尹成此刻却没有功夫欣赏。是人类玩家唯一能活着出去。贪财鬼贺毅，停尸库内的食尸鬼，一条又一条看似毫无关系的线索，在尹成的脑海里飞速盘旋着。他感觉只差一点点的信息，他就能够破解谜题，彻底解开第3医院的秘密了。突然，尹成灵光一闪：“丽娜，第3医院的院长呢？”院长那老头子啊，自从有一次外出回来之后，就待在他的私人办公室里，很久不曾出来过了，并且严令禁止任何人擅闯。好像是说他触碰到了突破血衣境界的门栏，闭关了。这么巧合？那有副院长之类的存在吗？没有。第3医院的职权划分很简单，就院长、主任、医师和护士，以及一些杂七杂八的小工而已。也就是说，贺毅眼下等同于主管着一切事务，对吧？尹成的眼神越发明亮了起来。丽娜略微沉吟了一下。其实还有第3医院的股东们，只是他们平日里很少会插手医院的事务，基本只负责收钱。话音落下的一瞬间，尹成脑海里的一切线索彻底串联到了一起。贺毅100%就是在第3医院暗中捣鬼的幕后之鬼，贪财鬼视财如命。有着第3医院主任这样的头衔在身，加上院长闭关的大前提下，他能够操作的机会，那可就当真太多太多了。所谓的失踪，十有八九是贺毅担心他的秘密暴露，从而进行了灭口而已。外来的人类玩家必须要经历游戏的任务，也就导致他们有一定的可能会接触到贺毅暗地里敛财的秘密。为了杜绝一切暴露的可能，第3医院成为了人类玩家们的目的。无论他们多么的小心谨慎，贺毅最终都会给他们安排上一些必死的任务，比如停尸库的食尸鬼、第3病区的暴尸鬼。总有一款足够致命，能让玩家们无法活着走出去。被贺毅所掌控的第3医院，玩家如何能够反抗得了？想要验证推测也很简单，食尸鬼的事情是尹成用洞察之眼知晓的，当然不能直接告诉丽娜。不过，若是丽娜将停尸库内不应该出现的食尸鬼逮住了，那么一切可就简单多了。尹成的嘴角扬起一丝笑容，有着洞察之眼的帮助，他能够直接窥破第3医院的幕后捣鬼者，得知 BOSS 是谁，再进行反推，一切自然简单了太多太多。眼下唯一要做的，就是以丽娜的手来揭露真相，完成所谓的连环隐藏任务了。
丽娜，我已经有了一些推断，不过想要验证，需要你的配合。尹成眸中金光闪烁，缓缓说道：“要我怎么做？说吧。”丽娜一如既往的干脆：“很简单，只需要……”尹成凑上前去，鼻息拍打着晶莹的耳坠，小声的述说了起来。丽娜有些轻颤，强忍着那种古怪的感觉，没有躲开。白皙如玉的脸颊早已经升起了红云。话音落下，丽娜长舒了一口气的同时，心里又莫名有些失落。记住了吗？丽娜灵动的眼神忽闪忽闪，有些弱弱的道：“好像没太记清。”那我再仔细给你讲讲。反正时间还很充裕，尹成丝毫不介意和丽娜多一些独处的时间。好。尹成嘴角流露出一丝略显古怪的笑意，再度附到耳边低声讲述了起来。片刻后，这次记住了吗？抱歉。我好像还是有些细节没有记清的样子。没关系，再讲一遍就好了。尹成温和地笑道。丽娜主动凑上前来，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半个小时悄然流逝，一人一鬼才默契的一前一后，隔了一段距离继续进发。即将进入停尸库的时候，丽娜的身影逐渐消失不见，仅剩下尹成一人在幽森冰冷的停尸库中缓缓前行。冷、寂静、排列有序的运尸车，以及一排排停放保存尸体的雪柜。胆子小的人放到这样的环境里，恐怕撑不了几分钟就得拼了命的往外逃。尹成其实也并不例外，不过有丽娜在暗中保护着，他倒也不会感到太过慌张。选一条合适的手臂是假，想要借助食尸鬼的手来除掉我才是真。那么停尸库内的食尸鬼很高概率也会是贺毅那家伙故意纵容其在这里出现的了，甚至很有可能就是他自己专门放进来的。如此一来，就算院长出关成为了血衣厉鬼级别的强者，食尸鬼自然就会成为替死鬼。这么看来的话，食尸鬼知道的东西肯定不多，甚至根本一无所知。尹成心中分析着情况，脚下的步伐不疾不徐。他的身边运尸车上一具又一具残缺不全、外貌狰狞的躯体，冷冰冰的一动不动，很少能够看到一具完整的身体。细心的他甚至看到了某些躯体上残留着被尸咬过的痕迹。咕嘟，沉闷的西瓜坠地声突然传出，令尹成猛地一激灵，额头有着冷汗垂落。要来了吗？他当然知道停尸库里肯定不存在西瓜以及什么别的东西，那么坠落在地的就只有可能是某具尸体的残肢。咕噜咕噜，脑袋在地面滚动的声音在震落可闻的环境中是那么的清晰。尹成闻声看去，瞳孔微微一缩，地上一颗双眼空洞，被啃噬的仅剩下零星血肉的脑袋，沾染着鲜血和某些未知的粘稠液体，触目惊心。那双空洞的眼睛碰巧与尹成的目光对到了一起，让他头皮都有些发炸。安全归安全，但人类的恐惧却不是那么容易摆脱的。尹成全神贯注，警惕无比地观察起四周来。水珠坠落到地面的声音传出，目光所及，滴落到地面的水珠与那被啃食的所剩无几的人头上粘稠的液体如出一辙，在上面。尹成身体猛然退后，目光迅速锁定天花板上的那道人于黑暗中身影。食尸鬼的袭来速度远比他想象的要更快。枯瘦没有皮肤，暗红色的肌肉被黑乎乎的粘液所包裹，随着他的靠近，一股恶臭的味道几乎是扑面而来。游荡者无势力归属，无名种族，食尸鬼有深度，中立磁力，恶鬼喜好吞噬尸体，弱点脑袋智力残缺，简称脑残。生前状态，他似乎对你有些感兴趣，并且故意将吃剩下的脑袋扔给你，想看看你是否愿意和他一起进食。你愿意多一位看上去不太漂亮的朋友吗？呱呱，头顶像是有一群乌鸦盘旋，带起一片尴尬的叫声，还有一连串的省略号。尹成一时间竟感到有些心累，王者诱惑的天赋生效了。终于有一个不带一上来就对自己杀意满满的鬼怪了，可是好像有点友好过头了吧？谁特么要和你一起进食啊？还特么是吃剩下的，能下来吗？并且隐晦的冲身后摆了摆手，视野暗中的丽娜暂时不用现身。咕，天花板上挂着的食尸鬼口中发出沙哑古怪的声音，像是在回应，又像是有些疑惑不解。好吧，看样子没法交流了。刻意做事还当真是滴水不漏，这么一个玩意儿，就算被抓住了，也一问三不知，的确是绝好的替死鬼了。尹成无奈的叹了口气。就在这时，天花板上的食尸鬼微微一动，灵敏而轻巧的落在了地上。尹成瞬间警惕了起来，中立状态的食尸鬼，他可不敢保证其绝对不会攻击自己。况且有些鬼怪即使没有敌意，他们散发出来的特殊气场一会儿的因子都是足以致命的。下一秒，食尸鬼的举动让尹成大脑直接宕机在了原地。只见食尸鬼捧着沾满粘液的脑袋，试探性的向他面前递了递，暗红血肉、粘液包裹的面孔，黑洞洞的大眼睛，让人恐惧。不过此刻像是带着几分讨好的意思。尹成心头微动，洞察之眼观察下，食尸鬼的当前状态产生了一些变化，邀请进食的想法并没有放弃，反而更加的热情了。更离谱的是，食尸鬼的友善度居然直接转变成了友好状态。一时间，尹成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也就在此时，这只食尸鬼有些问题，是食尸鬼家族中的畸形儿，应该是被人嫌弃惯了。你的平静表现似乎得到了他的好感。如此解释让尹成稍微松了口气，差点他就怀疑自己的王者诱惑是不是有某些非人象的趋势了。很快，他的注意力就放到了丽娜口中的食尸鬼家族上。原本尹成以为食尸鬼只不过是某种低级鬼怪而已，可现在看来，一切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看样子，停尸库内人类玩家的死亡应该就是他所导致的了。要杀了他吗？丽娜的声音依旧在耳边盘旋，完全站在了尹成朋友的角度看待问题。比食尸鬼足足高出了2个阶位的他，想要弄死面前的小东西，实在是太过简单。不着急。尹成低语一声，眼前的食尸鬼智力明显有问题，他倒是能够放心的和丽娜交流了。你所说的食尸鬼家族是怎么回事？人世之中似乎没有这方面的情报。惊悚世界的鬼怪，绝大多数都是单独存在的，可也有那么一部分具有很强的种族性，食尸鬼就是其中之一。
一，他们很强吗？不。其实99%的食尸鬼都只是最低级的鬼物而已。不过，庞大的族群中总会产生一些例外。丽娜的声音带上了几分敬畏，接着道：“据我所知，食尸鬼种族的统治者便是一位不可言说级别的可怕存在。”不可言说。尹成眼中闪过一丝茫然，对这个全新的词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人世当中的玩家们提供的信息里，从来都没有这个词汇出现。在尹成的印象中，血衣厉鬼似乎就已经是他们所能够接触到的极限了。到了那种境界的鬼怪，即使遥隔无尽距离被提起了他的名字，他都可能会心生感应，降下恐怖，故而称之为不可言说。可思可想，不可说，说必有因。提及不可言说级别的鬼怪，丽娜的眼神带着几分向往，可尹成从她的眼神里却并没有看到哪怕一丝的惶恐感。超越了血衣厉鬼级别的可怕鬼怪，对于一名红衣厉鬼来说，居然仅仅只是敬畏，没有畏惧。再联想到玫瑰伯爵口中丽娜背后的大家伙，还有丽娜本身的特异之处，不难猜想，她在李相族群死亡天使当中，至少也有着不可言说级别的存在。扯远了，还是想想怎么处理眼下的问题吧。尹成收起发散的思绪，目光再度落在畸形食尸鬼的身上，沉吟道：“没法交流是最大的问题啊。”食尸鬼依旧保持着递给他人头的姿势，黑洞洞的大眼睛里像是布满了渴望的情绪。丑陋、畸形还愚蠢的他，在惊悚世界都是被人人鬼嫌弃的那种。从他的眼神里，尹成读出了一种渴望朋友的情绪。如果忽略掉食尸鬼浑身散发着的恶臭，以及可怕骇人的外表，还有那手里捧着的烂人头，好吧，无论怎样，这玩意儿也都是可爱不起来的。连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膈应人，对眼前的食尸鬼来说都是那么的艰难。不过好在咱也不是一般人。尹成取出来选材之前特意准备好的橡胶手套戴了起来，然后强忍着心头的膈应，将那恶臭狰狞完全长在了人类恐惧形象的人头，提溜着一丝丝头发拎了过来。虽然我不吃这玩意儿，但还是谢谢你的好意了。看着食尸鬼黑洞洞的眼睛里明显流露出了喜悦的情绪，也不管他听不听得懂，尹成都还算客气的来了这么一句。之所以接受食尸鬼的好意，原因很简单。尹成认为他的特殊天赋王者诱惑以及神级唯一天赋洞察之眼似乎能够为他开辟一条其他玩家们从未走过的全新道路。惊悚游戏在无数人类玩家的眼中意味着杀戮、死亡、求生与挣扎，可对于他来说却并非如此。别人玩的是求生游戏，他们则是想要将其玩成治愈系、温情游戏，成天打打杀杀，多不好。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朋友多了路好走。凭什么人类和鬼怪就不能交朋友了？总不能因为对方长得丑、还臭、还膈应人等的就瞧不起他吧？尹成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从来不会因为别人的缺陷而瞧不起任何人。鬼，才不是因为食尸鬼家族里有着不可言说那种大佬，想要借机搭上一点关系的，绝对不是。再者而言，有了丽娜表里双向的例子在前，谁又能够肯定畸形到被鬼怪都排斥的食尸鬼是否也会拥有某些常人所不知道的独特天赋呢？结个善缘总归没错，不是吗？反正这别致的小东西也只是被刻意利用的棋子而已，吃了点故意摆在外边的残躯算得了什么？刻意那家伙摊下来的货物价值不知道比被吃掉的高了多少倍呢？再说了，第三医院的损失和他有半毛钱的关系吗？丽娜也只是一个护士，这件事情也最终清算起来也落不到他的头上。看着洞察之眼反馈回来的信息，食尸鬼的友善度已经提升到了信任级别。尹成自己都觉得有些匪夷所思，他只是接过人头的小举动，竟然直接让食尸鬼跨越了亲善这个层次，直接提升到了信任级别的友善度。好家伙，这得是多卑微才会这样啊！尹成无语。接下来花费了一番功夫之后，尹成连说带比划，才让食尸鬼明白了他的意思，老老实实的跟在了他的身后，还顺手扯下来玉石车上已经腐烂的手艺，边啃边走，画面很惊悚。尹成却很淡定，搞定了食尸鬼之后，刻意给他发布的任务自然也就没有了什么难点。原本还谨慎的和丽娜商量布置的计划，到头来也没起到什么作用。只不过打开停尸血柜的一个又一个柜门之后，尹成脸色逐渐阴沉了下来，尸柜9空，剩下的那个还是只剩下零星一点躯体皮毛的那种。目光扫过那一排排停尸血柜，他已经没有了继续去开启的欲望。以贪财鬼贺意那已经近乎疯狂的贪婪，毫无疑问，那些血柜恐怕也都是相差无几的状态。一个停尸库就被贺意给贪成了这副模样，很难想象被他临时掌控了如此长时间的第三医院究竟亏空到了什么地步，而贺意的私产又丰厚到了一个什么可怕的地步。渐渐的，尹成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深邃的瞳孔中闪烁着异样的光彩。鬼币，惊悚世界当中唯一的流通性货币，也是人类玩家们完成了游戏任务后的基础奖励。拥有足够多的鬼币，你可以在惊悚游戏的商城内购买道具，用于提高生存几率。作为一名新人玩家，尹成虽然开启了隐藏任务，并且高概率能够轻松的将其圆满完成，但他认为那样收获的鬼币恐怕也是极为有限的，经不起商城吞金兽的消耗，至少比起贺意的身价，恐怕差了不是一星半点，不好办啊！尹成微微蹙眉，感到有些棘手。杀了贺意很简单，可要想在已完成隐藏任务的前提下，成功夺取对方的高额身家，再干掉贺意还不被发现，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贪财鬼视财如命，这是洞察之眼反馈回来的信息。为了利用第三医院大肆敛财，贺意的手段残酷至极，不单单只是对人类玩家出手，就连第三医院本身的职工，甚至还有病人都惨遭他的毒手。如此一个丧心病狂的贪财鬼，尹成毫不怀疑，在钱财和性命之间，他会作何选择？算了，这件事
事情不能着急，当下的要务还是完成了任务再说。隐藏任务停尸库的秘密，也就是食尸鬼已经被解决，眼下只需要完成手臂的选取，任务也就能够彻底完成了。只是环顾一眼，放眼望去，停尸雪柜当中早已经空空如也，唯有运尸车上躺着的零星尸体，还都是残缺破烂不堪的。所谓的大主顾，需要的肯定是完美的替代品。如果选取一截残缺的，不难想象，大主顾发怒之后，尹成恐怕会被推出去，成为替罪羊。哼，真不愧是阴险的贪财鬼。一个任务下来，双重杀机够狠。尹成眼中杀意闪烁，如果不是为了任务，还有贺毅丰厚的身家，他当真是一刻都不想等待的杀上门去了呢。眯着眼睛，稍微思虑了片刻之后，目光落在被食尸鬼抱着不断啃噬、已经坑坑洼洼、恶心至极的断臂上。一个不成形的计划逐渐有了思路。别吃了！尹成低喝了一声，友善度已经达到推心置腹级别的食尸鬼，很是听话的停下了进食的动作。黑洞洞的大眼睛有些疑惑地看着他。没错，尹成之前花费时间和食尸鬼沟通的时候，这货的友善度堪称飞速拔升，已经达到了推心置腹的程度。不太聪明的他，对尹成可谓是言听计从，当然得能够听懂才行。出来吧，不用隐藏了。尹成冲着丽娜藏身的位置招了招手。丽娜闻言，乖巧地现身出来。食尸鬼见到突然出现的护士，黑洞洞的大眼睛里一瞬间凶光闪烁。咕，沉闷的声音从食尸鬼口中传出，散发着警告的意味。布满粘液的身躯匍匐在地，手脚竟然生出了锋利无比的黑色长爪，横在了尹成的身前。怪异的身躯蓄势待发，似乎随时都会冲上去，将眼前看似弱不禁风的护士撕成碎片。镇定点，丽娜是自己人，也不管食尸鬼听不听得懂。尹成主动走到丽娜的身边，像是为了给食尸鬼展现两人的朋友关系，他还很是亲密的给了丽娜一个满怀的拥抱。白皙的过分的小脸，刹那间红润无比，丽娜的身躯都紧张的有些轻微颤抖了起来。很难想象，欲解封的她在这方面却是如此的拘谨，被尹成随意拿捏。咕，食尸鬼的敌意渐渐散去，口中发出略微有些疑惑般的声响。尹成见状，满意的点了点头。食尸鬼蠢是蠢了点，但对他那是真的够朋友。只要有点风吹草动，不管敌人强弱，他是真赶上。稳住了食尸鬼的情绪之后，尹成却没有松开揽着丽娜的大手，而是附耳上前，低声说道：“我有一个新计划，需要丽娜你的配合。”明明四下无人，他却做出一副谨慎小心的样子，其用意何在？明眼人能够轻易看破，无非只是为了吃口豆腐而已。可惜恋爱脑激活的丽娜根本不懂这些小心机。什么计划？你说吧。贺毅给我布置的任务乃是个死局，停尸库内的尸体早就被他给倒卖干净了，剩下的都是残肢断臂，根本没有能够用得上的。说到这个，尹成的心底又是一阵杀意上涌，声音都冰寒了几分。丽娜的眼中也同样杀机闪烁，贺毅在她的心里已经是被判了死刑。贺毅口中的大主顾，丽娜你应该也知道吧？知道。那你能够联系上他吗？要隐蔽，不被贺毅察觉的那种。可以，我需要怎么做？丽娜乖巧地问道，完全不具备外人眼中红衣厉鬼的可怕。很好，丽娜，你可真是我的幸运星。尹成毫不吝啬自己的夸奖，竖起了自己的大拇指，然后他便将自己的计划娓娓道来。贺毅暂时不能杀，不过嘛，尹成却能够利用自己当前的资源，先小小的坑他一手再说，顺便呢为贺毅撒下钓饵。贪财鬼视财如命，唯一能够让其上钩的方法，自然也就只有足够惊人的财富。那位所谓的大主顾，不正巧就是绝佳的选择吗？还有玫瑰伯爵那边的关系也得动用起来了。办公室里，贺毅悠闲地把玩着一柄染血的手术刀，眼中似乎已经看到了尹成倒在血泊中，成为食尸鬼食物的美妙场景。他脸上挂着嗜血的微笑，心中已经开始盘算尹成死后的善后问题。可就在这时，咚咚咚咚，急促的敲门声传来，伴随着狼人医师有些焦躁的喊声：“大事不好了，主任！”有什么进来说，毛毛躁躁的干什么？狼人医师赶忙推门而入，张口第一句就是：“主任，你的手臂要保不住了。”王德发贺毅一头雾水，镜片之后的眼神茫然无措，他脸色阴沉了下来。你在说什么胡话？什么我的手就保不住了？是那位大主顾，他点名要移植您的手臂。狼人此刻像是二哈一样喘着粗气，有些畏惧的开口。轰隆！贺毅只感觉一道惊雷劈在了他的脑袋上。怎么会？思绪当场宕机，嘴唇颤颤巍巍，好一阵子他都没能够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办公室里，贺毅还处于惊雷炸响，回不过神来的时候，咚咚的敲门声就再度响了起来。敲门者似乎也没打算等里边的鬼回应，便直接推门而入。贺毅下意识地投去目光，刹那间，他的瞳孔缩如针尖，冰冷的杀意更是忍不住地倾泻而出，让一侧仅有恶鬼级别实力的狼人医师都下意识打了个寒战。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察觉到了对方的杀意，尹成却并没有被对方厉鬼巅峰的气势所慑。主任，你这是干嘛？我没有得罪过你吧？此言一出，贺毅才猛然惊醒，强行压下了内心的愤怒、杀意还有疑惑。不是让你去选取顾客需要的
肢体吗？你这是这样的。我发现停尸库里不知道为什么，他话还没说完，贺毅脑门上就生出了冷汗，心中暗骂一声自己愚蠢，居然当着狼人医师的面问这些，岂不是要将停尸库的秘密给曝光出来？别的先不说，他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敢带着一头食尸鬼前往停尸库的？贺毅指着跟随在尹成身后，浑身散发着恶臭、丑陋无比的食尸鬼呵斥道：“先发制人，倒打一耙的本事。”他显然是了熟于凶。不管为何，尹成没有被食尸鬼杀死，而且好像还得到了食尸鬼的追随，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够借机将一口黑锅直接扣在尹成的脑袋上。我刚刚在停尸库里认识的朋友，可不是我带进停尸库的呢。我一个刚来的人类，怎么看也不像是能够做到这种事情的吧？尹成心底暗笑，一句话化解了眼前的危机。他是玩家，还是根本不曾接触过第三医院的玩家？这一点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否认的。何况还有丽娜佐证。食尸鬼的问题，贺毅想要栽赃于他，那显然是不可能的。贺毅眉头一皱，接二连三的出问题，他都忽略了尹成只是一个人类玩家的问题了。一个初来乍到的新人，完全在他们的监视之下，怎么可能有机会偷摸找一只食尸鬼，还光明正大的带进停尸库，再带出来呢？抱歉，是我被愤怒冲昏了头脑。贺毅还是很有城府的，当即致歉。不过你告诉我，他是你新认识的朋友，你可知道一头食尸鬼出现在停尸库意味着什么吗？贺毅转变了进攻角度，将矛头对准了食尸鬼。当然知道，现在的停尸库里已经找不到一具完好无损的尸体了，就连那3名人类玩家似乎也已经。尹成耸了耸肩，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戴着手套的右手拿起食尸鬼怀里被啃得残缺不全的手臂扔到办公桌上。诺，这就是我能找到的唯一一条看得过去一点的手臂了，希望那位大主顾不那么挑剔吧。贺毅，尹成这么一说，他脑门上的冷汗流淌得更加厉害了。活着回来的人类玩家让他暂时忽略了被大主顾点名要他手臂的事情。这一回过神来，贺毅立马就慌了。能够成为第三医院的主任医师，他的一双手自然是不可或缺的。别说一条手臂，哪怕一根手指头，他都不愿意失去。主任医师的身份是他能够借助第三医院生财有道的根基。大主顾就算再怎么有钱，也不可能付出太超额的代价来购买他的手臂。如此一来，贺毅自然是接受不了的。该死，该死！现在怎么办？我该怎么办？那位大主顾可不是我能够拒绝的。心底抓狂无比，偏偏贺毅一时间又想不到什么办法。焦躁不安的他暂时都忽略了食尸鬼和尹成的问题。只不过贺毅暂时没心情搭理他，尹成却不会就此罢休。开什么玩笑？刚刚完成了一个隐藏任务，得到了1000鬼币奖励的他，还打算彻底完成第三医院的隐藏任务，收获最终奖励呢。至于贺毅所苦恼的问题，当然也是出自于尹成的手臂。操作方法也很简单，借势、血衣、厉鬼、玫瑰伯爵的不治之症都被尹成给解决了，还得到了对方的赞赏，这可比现实世界打广告的效果还要靠谱多了。有着如此盛名，再加上丽娜能够联系到那位大主顾，于是名医尹成给大主顾冯和怪先生提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建议，再然后嘛，也就有了贺毅眼下的状态。而这还仅仅只是尹成计划的第一环，斩断贺毅的一条手臂，从来都不是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让他慌乱，从而进一步落入圈套的引子而已。在这个过程当中，尹成只需要满足一下贺毅想要除掉自己的心思，顺水推舟的做任务，等到贺毅彻底坐不住的时候，再由丽娜这个第三医院的护士亲手扔出王炸，那时候可就由不得贺毅不上钩了。贪财鬼视财如命，最重视的东西也是他最致命的弱点。尹成很是期待贪财鬼被愤怒的缝合怪撕成碎片的那一天，不过在此之前，贺主任选材的任务我已经尽我所能了，你看我是不是可以回去工作了？恰到好处的提醒，让贺毅回过神来，眼里的阴翳一闪而逝。不急，第三医院最近人手实在是有些短缺，那些病情不太严重的，不妨让其余的医师去看就好了。你可是治好了玫瑰伯爵的医师，好钢自然要用在刀刃上，不是吗？尹成很是配合的扬起了头颅，脸上露出笑容。第三病区4楼108号床有一个老患者，他自从手术之后就一直身体不适，待在第三医院很久都没治好。不如你去看看如何？既然贺主任都这么说了，我倒想看看是什么病症，居然拖了这么久都没治好。尹成故作来了兴趣的样子，满口答应。哦，对了，如果第三病区的病人解决了的话，我这还有一些。贺毅这次放聪明了，似乎是打算更加保险一些，将尹成给彻底扼杀。他竟然足足一连串说出了好几个需要救治的病患来。尹成的耳畔，惊悚游戏的提示音也接连响起。本应该一环扣一环的隐藏任务，似乎因为他的奇葩操作，直接被一股脑的全部抛了出来。贺主任再见，笑呵呵应承了。一共5件隐藏任务之后，尹成红光满面的离开。按照1件任务1000鬼币来计算，这可就是足足5000鬼币即将到手。对于人类玩家而言，称得上是一笔巨额财富了。绝大多数的老玩家，他们手里都不见得能够拿出如此之多的鬼币来。为了求生存，鬼币的花销是必然的。惊悚游戏的商城更是一个箱金库，绝大多数玩家的任务奖励基本上都消耗在了这里边。所以一旦完成了所有隐藏任务之后，他尹成也能够摇身一变，成为人世当中的隐藏土豪了。现实世界，1鬼币足以换取10万现金，尚且有市无价，其价值可见一斑。尹成这边带着食尸鬼潇洒离去，贺毅的脸色却始终无法好转，阴沉的可怕。他转头拿起一侧的电话，拨打了那位大主顾的号码。嘟嘟，电话接通。你好，请问是拉尔夫先生吗？我是拉尔夫先生的仆从，请问有什么事？是这样的，我是第三医院的主任医师贺毅，我有问题。不用问了，拉尔夫先生说过，他的决定不会改变的。
就这样，冰冷的声音根本没等贺一的话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听着话筒内嘟嘟的忙音传来，贺一的眼神中充满了愤怒与不甘，以及前所未有的慌张。如果单纯只是一头红衣厉鬼巅峰的缝合怪，贺一还不至于如此惶恐。他坐在这个位置，也并非没有一些人脉。可问题是，拉尔夫的父亲亲手创造了缝合怪，拉尔夫的那个家伙，其实力比玫瑰伯爵都还要可怕。不行，我不能坐以待毙。对了，我还可以联系他们。贺一眼珠一转，想到了自己的合伙人，他能够长时间盗取第3医院的资源倒卖出去，当然会有着一条销售渠道，而这条渠道背后的家伙，其背景自然也是不简单的。贺一那边拼了命的找关系，想要保住自己手臂的时候，影城这边已经来到了第3病区，隐藏任务对应的病号门前，丽娜依旧隐藏在他的身边，食尸鬼则是乖巧的跟在他身后。他没有着急进去，而是隔着病房门上的小窗，先利用洞察之眼观察了起来。因为是特殊病患的缘故，病房里边只住着一个臃肿的大家伙，正在疯狂的胡吃海塞，将他能看到一切能吃的东西统统塞进了嘴里，咀嚼都省了，便直接下咽，看得人瘆得慌。第3医院病患基德，种族暴食鬼，友善度中立，他只是没注意到你，当他看到你的刹那，肯定会想要吃掉你的。实力恶鬼巅峰，喜好暴食，弱点暴食下毒什么的，可真是太容易了。当前状态饿，好饿，太饿了。暴食鬼并非不可满足，只是有人为了谋取利益，在他的胃袋上布置了一个隐秘的小型传送阵，使得他吃进去的东西会被转移到垃圾站，当然也就吃不饱了。破坏传送阵即可解决问题。看样子这家伙应该也是贺毅那家伙的手笔没跑了。尹成心中无语的同时，也佩服上了贺毅搞钱的头脑，给尼玛暴食鬼的胃袋布置传送阵，让其怎么也吃不饱，也是够绝的。如此一来，医院提供的食物还有诊病的诊金，岂不是源源不断？绝是真的绝，赚那也是真的赚，资本家见了都得落泪啊！丽娜在呢，这大家伙看上去就不是善茬，你帮我治住他，我来诊断。好，言简意赅，尹成也不打算过多的浪费时间，直接采取强制诊疗。丽娜红衣厉鬼的实力，自然碾压暴食鬼基德。手术刀寒光闪烁，悬于脑门前的威胁下，纵然再怎么饥饿，暴食鬼也不敢轻举妄动。没有吃饱之前，他显然还是不想死的。尹成戴上手套，装模作样的整起脉来。暴食鬼那臃肿的离谱、布满油腻的手，他可不想就这么去触碰。暴食鬼先生，诊疗结束，你的胃袋出了一点点的问题，放心，很容易解决。你以后不会随时都被饥饿困扰了啊！真的吗，医师？基德瞬间激动万分，看向尹成的眼神再无半点杀意，而是充满了殷切的渴望。庞大体型像是肉山蠕动一般，压得坐下的病床嘎吱作响。放心，只需要进行一次小手术而已。尹成自信的回应，同时叫过来丽娜，医生告知了对方情况。小事，不用手术，我也能够处理。丽娜妩媚的面容微微一笑，修长白皙的手指灵动的轻轻划过一道完美的弧线，悬在空中的手术刀在丽娜鬼气的操纵下，竟然射出一道寒光，精准无比的刺穿了暴食鬼厚厚的脂肪层，其胃袋内的传送阵在那寒光的侵袭之下瞬间破灭，再也无法发挥作用。做完这小小的举动之后，丽娜冲着尹成点了点头。尹成虽然微微错愕，不过想了想也不觉得有什么。肚子上开个口而已，的确不算手术。鬼怪世界，这倒也没什么奇怪的。试试吧，现在你肯定能吃饱了。尹成指了指暴食鬼身侧堆积如山的各种怪异食品。基德早就迫不及待了，直接随手抓起一堆食物扔进嘴里，完全不咀嚼，就直接吞咽了下去，一口两口。10几分钟过去之后，尹成眼角忍不住微微抽搐，看着躺在地上已经将病床给彻底压塌的暴食鬼，他差点都以为丽娜是不是失手了。好在解决了小山一般的食物之后，暴食鬼终于停止了进食的状态。神医，您可真是神医啊！我已经好久没有享受过如此满足的感觉了。呜，说着说着，基德居然涕泪纵横，友善度那一栏也直接提升到了信任的地步。又多了一个鬼怪朋友。尹成心中满意的点了点头，就是品相嘛，和一侧安静不发一言的食尸鬼有得一拼。走吧，他的问题解决了，咱们抓紧时间去治下一个。惊悚游戏提示音响起，又是1000鬼币到手的他干劲十足。正当尹成带着丽娜即将离开的时候，请等等！泣不成声的暴食鬼基德居然叫住了他们。尹成回过头来，有些疑惑地看着暴食鬼，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很感激尹成医师，您解决了我的问题。暴食鬼一边擦拭着眼泪，一边伸手在他那臃肿的裤子兜里掏着什么。不一会儿，一个小巧的盒子被他掏了出来。我基德虽然没什么本事，不过也还懂得感恩的道理。暴食鬼瓮声瓮气道：“您解决了可能会困扰我一辈子的问题，作为回馈，这件小东西送给您，希望可以给您带来帮助。”尹成哑然，眼神微微有些复杂。这一次，他取下了手套，没有拒绝，微笑着接过了对方手里带着油污的小盒子。谢谢。尹成回以感激，不客气，这是您应得的。暴食鬼憨憨地笑了笑，抓耳挠腮，像是有些不好意思。哦，对了，他像是想到了什么，盒子里的东西我也不清楚到底有什么用，不过看上去就很不简单的样子，应该是一件不俗的鬼器。您要是用不了的话，也可以换不少鬼币的。尹成闻言，瞬间眼前一亮，鬼器，尽管只是可能，那也足够让他感到惊讶了。所谓鬼器，可不是什么休闲小说里烂大街的制式法器之类的。事实上，惊悚世界中鬼怪们之所以可怕，不单单只是因为一些鬼怪狰狞可怕的外貌，
吗？更多的是因为鬼怪们具备着人类所无法理解的超维力量。鬼气正是在惊悚世界这种超凡维度中才会诞生的特殊器物，强不强很难说，但珍稀罕见却是一定的。丽娜眼下的实力已经算得上是中上游的水准，可她也没法获得鬼气。手术刀只是寻常物品，就算她的背后有着不可言说级别的大佬也不行。这玩意儿吧，不是有实力就能找到的，得看运气的同时，还得看鬼气是否会认可你。没错，从来都不是主人选择鬼气，而是鬼气选择主人。否则的话，就算得到了，也只是一件可有可无的摆件，强行威胁认主什么的根本不存在。鬼气不是拥有意志的活物，却按照特定的规则认主，就很搞人。鬼心态隐成的记忆当中，人世里似乎就有那么极个别的幸运儿得到了鬼气的认主，成为了别人眼中艳羡无比的高端玩家，战斗力不输于鬼怪的那种。捧着手里的小盒子，尹成眼神略微有些火热。试问，谁不想得到一件鬼气，从而令自身拥有自保的实力，不再一味的依靠他人庇护呢？不管盒子里是不是鬼气，你的这份馈赠我都接受了。如果未来有缘再见的话，若有需求，我定当竭力而为。尹成语气平静的开口，给暴尸鬼许下了承诺。滴水之恩，他或许无法涌泉相报，但尽其所能还是可以的。更别说盒子里若当真是鬼气，那可就不是滴水之恩了，称得上是一份超级厚重的大礼。回忆一份承诺，也算是尹成为人处事、交朋友的准则。好嘞，有医师，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要是以后生病了，我一定会找你的。暴尸鬼也是高兴的回应着，在他看来，一件不能使用的鬼气本就是感恩送出去的东西，现在还换来了尹成这种名义的承诺，已经是额外的收获了。他当然也乐得开心。告别了感恩戴德的暴尸鬼，尹成没有着急前往下一个任务站点，而是和丽娜找了个僻静的地方，确定四下无人观察之后，他才将暴尸鬼送的小盒子打开。眼球，尹成微微一惊，好诡异的气息。丽娜则是黛眉微蹙，精致的脸颊带上了几分警惕之色。只见小巧的盒子里，一颗玻璃球大小的血色树筒，通体散发着妖异的光泽，眼球如同一颗完美的玉石，被镶嵌于戒指之上。诡异的是，那颗树眼竟然如同活物一般，在戒指上缓缓转动着，和尹成的目光对视到了一起。尹成有点发慌，那树筒诡异的眼神让他有些毛骨悚然的感觉。可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预料之中的天命所归，宝物认主，也没有出现什么意外情况。眼球戒指安安静静地躺在盒子里，只是视线与尹成交织到了一起而已。看样子，这的确是一件鬼气，只是效果未知，而且很显然，咱们都无法成为它的主人了。镇定下来之后，尹成无奈地耸了耸肩。鬼气认主的话，不需要接触。当鬼怪或者人类靠近到了一定距离之后，鬼气会自行根据规则进行认主。如果不是对的人，他便如同死物，纵然看上去不凡，却也仅此而已了。丽娜脸上也挂着有些可惜的表情，她倒不是对鬼气有多渴望，她倒是希望尹成能够得到鬼气认主，拥有更多的实力，能够自保。毕竟她很清楚，尹成是人类玩家，迟早都要离开第三医院的。在这里，丽娜还能够庇护着他。可如果到了第三医院以外的地界，一切就都是未知数了。算了，本来就算是意外收获，鬼气认主什么的，哪有那么简单？尹成摇了摇头，收起心中的失落。走吧，先完成任务。至于这东西，以后想办法出手就是，也能换取一笔不菲的鬼币呢。调整好心态之后，尹成牵着丽娜的手臂，宛如一对璧人，向着下一个站点进发。他们的身后狰狞可怕的食尸鬼，如同一只护卫匍匐在地，安静地跟随着。接下来的时间里，在洞察之眼这个神奇唯一天赋的帮助下，尹成自然是无往不利，带着丽娜三小无除二就解决了剩下的几位患者。大差不差，都是与暴尸鬼基德那样被赫毅使了手段的倒霉蛋，一共收获了6000鬼币。6位鬼怪的友谊，还外带一件鬼气之后，第三医院的隐藏任务也来到了尾声。只不过这一次不再是由赫毅来给尹成颁发任务，而是源自惊悚游戏的提示音响了起来。接二连三的任务，每一环任务都充斥着杀机。如果不是幸运玩家的你，恐怕早已经是十死无生的局面。神思敏锐的你，嗅到了阴谋的味道。一直给你安排必死任务的赫毅有大问题。随着如同旁白一样的声音在尹成的耳边响起，最终任务终于发布。最终任务：第三医院的危机。看似平静的医院，实则早已经千疮百孔。始终不曾出现的院长究竟身在何处？医师、病患、员工为何频频失踪？人类玩家为何至今无人生还？致命的连环任务：第三医院这艘大船即将因为某些家伙的贪婪而沉没。任务要求：解决第三医院危机，时间已经不多了。贪婪者的疯狂随时可能会让第三医院彻底落寞，奖励将会在完成任务之后进行发放。直接略过任务简介，尹成的看完任务要求之后，眼睛顿时微微眯了起来。时间不多的提醒有些扎眼，不过他的嘴角却是微微上扬，丝毫不慌。时间越是紧促，也就越发的说明了一个问题：贪财鬼赫毅已经开始慌了。不难想象，以那家伙做事狠绝的风格，在眼看着无法保住自己地位和手臂的情况下，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并不奇怪。比如逃离第三医院之前，再狠狠的坑上一笔。尹成觉得一点都不奇怪，他甚至在想，赫毅那货要是看到自己完好无损的再度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恐怕那货的心里还要抓狂难受吧。你在笑什么？丽娜好奇地打量着尹成。惊悚游戏的声音他是无法听到的，尹成的任务他更是无从知晓。惊悚游戏的最终任务已经发布，只要解决了第三医院的危机，我就能够完成任务，重返人世了。你要离开了吗？丽娜眼神微微变化，不舍的情绪一闪而逝，却没有多说什么。她知道
早晚都会有这么一天的到来。不急，总体的任务时间可是有足足1周呢，我一定会为你留到最后一天、最后1秒钟的。土味情话，尹成张口就来，丽娜白皙的小脸瞬间通红，低下头去，都不敢和尹成对视了。御姐方的女鬼护士大姐姐，在这方面完全不是她的对手。对了，回去给赫伊夏尔之前，咱们得先联系一下玫瑰伯爵。尹成突然想到，计划当中最关键的一环，玫瑰伯爵他都尚未联系呢。不过想一想，对方对自己鲜血的钟爱程度，牺牲一下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说起玫瑰伯爵，有件事情忘记告诉你了。丽娜一拍脑袋，有些深深的说道：“什么事？”尹成在告诉你之前，希望你能够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丽娜眼神里带着几分忧色，似乎有些担心尹成无法承受的样子。尹成越来越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丽娜，你直说就是，我都被拉到惊悚游戏当中来求生了，还有什么是接受不了的？放心吧，没事儿。丽娜见状也不再纠结什么，将玫瑰伯爵对尹成进行了初拥的事情告知了他，包括他手臂上那个藏在白大褂之下完全没有被尹成注意到的血族魔法阵。惊讶、呆滞、迷茫、欣喜，种种复杂的情绪在尹成的心底交织到了一起，让他一时间有些哑口无言。初拥看过不少小说还有电影的他，怎么会不知道这种经典的情节？只是几个小时之前，他都还是一个正常的人类，现在却成为了只能够靠吸食鲜血为生的鬼怪。或许有很多的吸血鬼迷倒是对此求之不得，可对于尹成来说，他考虑的东西则是更加的全面。为了求生存，其实被转换成为了吸血鬼，他倒并不是特别的抵触。问题在于他并非一般玩家，一个特殊天赋外加一个神奇唯一天赋，已经给了尹成十分良好的求生基础。在此基础上被转化为血族，其价值和意义对于他而言就值得思量了。众所周知，吸血鬼畏惧阳光，畏惧圣水，畏惧十字架，还必须得吸血为生，这是缺陷，也是致命的弱点。优点也不是没有，强大的恢复能力，还有漫长的生命以及血族的传承魔法等等。若是能够通过初拥获得这些，尹成必定能够直接跨越新人玩家的阶层，直接一跃而起，成为人类玩家当中首屈一指的存在。有利有弊，只是对于尹成而言，缺点远比暂时带来的提升要更大一些。吸血鬼的局限性实在是让他不喜。最重要的，吸血鬼的初拥在他的认知当中会使其与上位吸血鬼之间建立起从属关系，这是尹成所无法接受的。你似乎有些不开心，是因为从今往后不再是人类的了吗？不是这个。尹成苦笑，也不隐瞒，直接将自己的利弊分析告诉了丽娜。当然，洞察之眼什么的，他不会说出来。然而，听完尹成的话之后，丽娜的表情逐渐古怪了起来。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尹成看着丽娜的表情，疑惑道：“我想尹成你误会了一些事情。”丽娜郑重其事的开口，表情严肃了起来。首先，血族是血族，吸血鬼是吸血鬼，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啊！尹成懵了。无论是在他的印象当中，还是人世中玩家们给出的信息来看，血族和吸血鬼除了文字差别之外，根本就是一个物种啊！尹成，你千万要记住了，在惊悚世界，面对玫瑰伯爵这样的血族贵族，千万不要以吸血鬼这样的字眼来称呼他们。丽娜的语气带上了沉重。血族是血族，吸血鬼是吸血鬼，两者之间非要说有关系的话，你可以理解为血族相当于是皇者，吸血鬼只不过是被他们打上了烙印的奴仆，而且还是最卑贱的那种奴仆。而且尹成，你似乎对血族的某些认知完全带入到了吸血鬼的信息层面上。你所说的所谓弱点，首先并不完全为真，其次就算是真的，那也是吸血鬼才会具有的缺陷。真正的血族是惊悚世界中最顶尖、强大的族群之一，他们的血脉不存在你所说的弊病，也不存在所谓的从属关系。从玫瑰伯爵初拥你的那一刻起，其实尹成你就已经是血族大家庭的一员了。怕不是吸管吧？从丽娜的语气当中，尹成听出了几分隐隐的小嫉妒。当然不是嫉妒他能够成为血族，而是嫉妒玫瑰伯爵将他转化成了血族。丽娜却没有这样的转化能力，这点小心思，尹成还是能够看穿的。在带着丽娜完成隐藏任务的过程中，他妙手回春的本事越发让丽娜敬佩的同时，友善度也已经提升到特殊的眷恋痴迷程度。常规友善度的提升顺序，向上依次为中立、友好、亲善、信任、推心置腹、同生共死；向下则是敌视、杀意盎然、仇恨、不死不休、痴迷眷恋，是区别于朋友关系、位于特殊关系当中才会出现的例外。等等，我还有一个问题。尹成想到了什么，脸上挂着不可思议的表情。怎么了？玫瑰伯爵将我转化为了血族，可他却还是打算汲取我的血液作为食物，这是不是相当于……尹成感到有些麻了，血族的圈子似乎有点乱糟糟的。这我就不清楚了。不过据传，吸血鬼的存在似乎就是血族为了享受源源不断的鲜血而诞生的造物，只是好像中间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丽娜脸上挂着呆萌的表情，解释道：“这样啊，还有什么需要告诉我的吗？一次性都说了吧，我能承受得住的。其余的倒是没什么了，只是玫瑰伯爵在你的手臂上留下了血族魔法阵，你可以利用它将药物传送到玫瑰伯爵的手里，或许也能够利用它联系伯爵本尊。”丽娜想了想，拉开尹成的袖口，露出了深红色印章大小的魔法阵。尹成凝视着手臂上的法阵，一阵发呆。微微沉默了片刻之后，他面皮微微有些僵硬，脑袋里顿时生出了一些不太美妙的想法。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魔法阵能够自动抽取我的血液，传送到玫瑰伯爵的嘴里？
这他也是没想到尹成会突发奇想，如此问道。精致漂亮的脸蛋微微歪了歪，丽娜也是陷入了短暂的沉思当中。几息之后，玫瑰伯爵走之前让我转告你一个疗程的药物，你自己看着安排。但是他如果感觉疗程不够有效的话，尹成顿时垮起了皮脸，心情变得有些丧了起来。他越发觉得玫瑰伯爵留在自己身上的魔法阵等同于吸管的功效呢。有事儿没事儿来一口，那可真是太生草了哇！尹成，其实你也没必要太过担心，我觉得玫瑰伯爵应该还是很看重你的，否则也不会将他从未动用过的朱庸交给了你。丽娜见他丧气的模样，忍不住安慰道。然而不安慰还好，一安慰，尹成总感觉自己像是悟到了某些真相。我怎么总觉得玫瑰伯爵将我转化成血族的目的，是为了让我生命力更加顽强，好不那么容易被吸干吸死呢？一人一鬼双双无言，身后不再世事，则是依旧安静地待在原地，如同护卫一样守卫着尹成。算了，也有可能是我想多了。尹成摇了摇头，将坏的念头抛至一旁，目光再度落在魔法阵上。明明从未见过的东西，他却仿佛天生就知道该怎么操作，便能够将其激活。然后尹成的嘴角就忍不住狠狠地抽了抽。阵法激活第一步，滴血。吸管肯定是吸管。尹成忍不住又是一阵腹诽，但他还是无奈的割开手指，滴了一滴鲜血上去。瞬间，魔法阵血光绽放，滴落的血珠根本不曾落到魔法阵上，便消失在了半空。另一边，被荆棘黑玫瑰所环绕的古堡当中，餐桌前，叮，清脆的高脚杯碰撞声回荡在宽敞的大厅内。玻璃杯中猩红的酒液散发着葡萄的醇香。血族的另一大爱好，葡萄酒，颜色与鲜血相似，味道截然不同，却也深受血族的喜爱。难得啊，你居然会主动邀请我前来赴宴，看样子你的病是真的被治好了。病？什么病？我只是前段时间来了兴趣，想要去医院挑选一些口味不错的血液而已，是你自己误会了呢。哼，挑选血液还顺带杀死医师，和你做了这么多年的闺蜜，咱们谁还不知道谁啊？我只是好奇，一个人类究竟是怎么治好了你的不治之症的？玫瑰伯爵眉头瞬间挑起，宽敞空旷的大厅也瞬间化作血色，无数血丝像是有着生命一般蓄势待发，屋内的氛围刹那间变得剑拔弩张。你调查我？哟呵，你似乎有些紧张了。我以前不也经常这么干，但你可从来没有这样过啊！黑暗中的身影逐渐显出了真身，脑门前贴着一张小小的红符，不足1.6米的萌系身高，穿着一身可爱得体的古代官服，戴着一顶官帽，黄服半掩盖下是一张精致可爱至极如陶瓷娃娃般的面孔，明黄色的漂亮眸子正用一种追根究底的眼神打量着玫瑰伯爵。咱们还是不是好闺蜜了？连这点秘密你居然都打算瞒着我？看似呆萌的小萝莉，周身却涌现出可怕的尸气，化作一只张牙舞爪的灰色利爪，与玫瑰伯爵的血丝对峙了起来，丝毫不出。玫瑰伯爵顿时有些气急败坏，优雅的气质都差点绷不住了。他很想说，谁特么跟你是好闺蜜了？分明就是黑心闺蜜，黑的能吐墨汁的那种。没有人比她更加清楚，眼前这外表看似呆萌可爱、萌里萌气的小僵尸究竟有多么的黑心。为了调查她的各种黑料，然后用于嘲笑她，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当然，玫瑰伯爵自己也没少这么干就是了。天晓得，一个血族，一个僵尸是怎么混到了一起，还成为了彼此的黑心闺蜜。只不过此刻，因为某个男人的缘故，玫瑰伯爵稍微乱了一丢丢的分寸，让黑心萝莉僵尸抓住了破绽。古堡大厅内气氛剑拔弩张，周遭的吸血鬼仆从们早已经见怪不怪。今天这样的场景，他们从这对黑心闺蜜的身上见识了太多次，早就已经麻木，丝毫不觉得惊讶惶恐。可是今天，意外总是来临的那么巧合。两大血衣厉鬼强者领域之力互相对峙的时候，玫瑰伯爵突然脸色微变，绝美的容颜闪过一丝小慌张，因为他分明感觉到自己留在尹成身上的血族魔法阵触发了。要换做平时，这根本就不算什么问题。可偏偏黑心闺蜜在场，更重要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些恶趣味，还有回味一番那美味鲜血的想法，留在尹成身上的魔法阵被玫瑰伯爵故意设定了需要献祭一滴鲜血的规则。那鲜血当然不是用于传送的能量消耗，而是会随着魔法阵的开启被直接传送到玫瑰伯爵的面前。要知道，有着王者诱惑天赋的尹成，其鲜血就算对于寻常鬼怪都有着不低的诱惑力，又何况是对吸血鬼以及同样喜好吸食血液的僵尸呢？咕噜，僵硬的喉头涌动声音在大厅内此起彼伏，一滴灿若红玉髓般的血珠传送过来，漂浮在玫瑰伯爵的身前。渴望，前所未有的渴望。这一刻本应该慑于玫瑰伯爵血族威压，根本不敢有半点异动的吸血鬼师从们，隐藏起来的尖牙纷纷伸了出来，他们的目光像是带着炙热无比的火焰，死死地盯着虚空中的那一滴鲜血，阵阵善良的嘶吼，像是野兽的本能被激发了一般，从他们的口中传出。如果不是源自于血脉层次的天生压制，恐怕他们早已经忍不住暴走，争抢了起来。比起吸血鬼侍从，看上去呆萌可爱的小僵尸萝莉，可就没有那么可日隐忍了。她明黄色的眸子里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彩，略微僵硬的陶瓷脸蛋上都露出了无比渴望的表情。唰，他直接化作一道幽影，被无数尸气所化的怪爪托举着，飞速冲了过去。但玫瑰伯爵几乎没有防备，尹成的魔法阵本就是他所布置的，传送过来的血珠就在他的身前。只见玫瑰伯爵冷笑一声，灵动艳红的舌头轻轻一卷，血珠散发着的芬芳随着被他吞入口中的举动随之消散。啊！可恶啊！盛放着血色葡萄酒液的高脚杯
当场炸裂开来。玫瑰伯爵则是恢复了优雅，安静地坐在椅子上，静静地看着僵尸萝莉撒泼，以及默默地扫视了一眼大厅内的侍从们。好半晌之后，城堡内归于平静，侍从们纷纷脸色惶恐，苍白无比地跪倒在地，头颅贴紧了地面，他们在颤抖，在恐惧。僵尸萝莉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冷静了下来。是那名人类医师的血液吧？如此芬芳，让人着迷的滋味。稍显可惜的是，带上了几分血族的味道。哼，我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但我劝你别打，否则的话，我真会跟你翻脸的。玫瑰伯爵冷着脸说道，目光与僵尸萝莉碰撞到一起，丝毫不让。如果我说不呢？那么咱们这么多年的情分，恐怕就只能够到此为止了。玫瑰伯爵的声音冷了几度，彰显出他的果决。僵尸萝莉明红的眸子里闪过一缕错愕。那鲜血的滋味的确诱人无比不假，但他没想到的是，玫瑰伯爵居然会因此和他彻底翻脸。要知道，他们俩黑心归黑心，但交情其实远胜那些看上去很友好的朋友。尤其是他们彼此之间互相争锋了多年，都享受着那种独特的乐趣。却不曾想，玫瑰伯爵居然会为了一个人类做到这种程度。为什么？僵尸萝莉疑惑不解，语气软了下来。她知道玫瑰伯爵是吃软不吃硬的女人。没有为什么，只可惜这次僵尸萝莉注定得不到想要的答案。让一位血族贵族承认自己的冷艳实证，那还不如杀了他来得痛快一些。玫瑰伯爵打死都不可能将这件事情说出去的。即使再怎么喜欢那种美妙的鲜血，你也不应该会将自己的初衷交给一个人类才对。看样子那个人类医师很是不简单呐。玫瑰姐姐，你就告诉我嘛，你到底背着我藏了什么小秘密嘛？玫瑰伯爵的额头渗出3道黑线，眼角忍不住的抽搐了起来。他的身前娇小可爱的僵尸小萝莉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蹦跶了过来，拉着他的手开始了撒娇卖萌大法。若是不知情也就罢了，玫瑰伯爵可是很清楚僵尸小萝莉的底细，看似人畜无害、萌里萌气的外表，实际上年龄比他都还要大了不知道多少个世纪。一想到这么一个家伙抱着自己的手臂撒娇，那感觉简直是简直了。不过尴尬归尴尬，玫瑰伯爵心里多少还是有那么一丁点成就感的。毕竟谁能够像他一样让一只血衣厉鬼级别的僵尸跟自己撒娇卖萌呢？那医师的事情告诉你可以，但是你得跟我保证，绝不能打他的主意，并且不能询问他任何有关我的问题。扛不住撒娇卖萌大法的玫瑰伯爵，最终还是败给了僵尸小萝莉。打算将一部分的事实告诉给自己的黑心闺蜜，当然，更多的原因还是对方已经发现了尹成鲜血的特殊之处。为了防止一些僵尸萝莉背着自己偷摸搞事，倒不如大大方方的告知一些信息，来换取他的承诺。僵尸小萝莉黑心归黑心，但在遵守诺言这方面还是没得说的。告诉你之前，先让我清理一下屋子吧。玫瑰伯爵从僵尸萝莉的平板怀里抽出玉手，目光变得淡漠，扫视着大厅内的侍从们。啪！只见他优雅地打了一个响指，那些不弱于恶鬼实力的吸血鬼侍从们，瞬间连挣扎都没有能够挣扎一下，便化作了血色的尘埃。一阵微风卷过，尘埃吹散落到了古堡之外的荆棘黑玫瑰丛中，那一朵朵绽放的黑色玫瑰仿佛变得越发娇艳芬芳。节操不存在的，没人知道。血族伯爵，玫瑰的黑玫瑰古堡，一瞬之间，其中的吸血鬼侍从全都成为了玫瑰花的养料。追溯其原因，只是因为一滴鲜血所导致。若是传了出去，惊悚世界内绝大多数的鬼怪估计会将这件事情当做一个趣谈，但在血族内部恐怕会掀起一阵足够惊人的风波。玫瑰伯爵很清楚，唯有血族才能够理解那种对鲜血的极致追求，所以为了杜绝麻烦，也为了永绝后患，玫瑰伯爵毫不留情地将古堡内的一切侍从统统抹杀掉了。玫瑰姐姐真残忍呢，照顾了你这么久的侍从，说杀就杀，不像我对自己曾经的侍从可好了。呵呵，是你对自己的侍从最好了，毕竟你可是让他们当初都给你陪葬了呢。一大一小的目光交汇到一起，像是在空气中碰撞出了火花。哼，不跟你计较，你根本不懂什么叫忠诚。我不懂忠诚，但我懂得如何控制。我可不像你，居然有的侍从率先醒来之后，不是第一时间唤醒你，而是直接逃了，倒的确是忠诚的很呢。僵尸萝莉免。他这辈子最痛恨的一件事情就是被玫瑰伯爵灌醉了之后，吐露出了自己的黑历史，以至于让玫瑰伯爵利用这件事情嘲笑了他不知道多少年。这也是为何僵尸萝莉始终致力于搜集玫瑰伯爵黑料的缘由所在。腹黑者必有腹黑朋友，很正常。生活不易，僵尸自闭，黑料被提及，除非能够拿出同等级别的黑料，否则僵尸萝莉永远无法翻身。制裁玫瑰伯爵。第3医院第5病区一间僻静少人的办公室里，尹成和丽娜陷入了沉思。食尸鬼依旧乖巧地立在一侧，不动如山。从尹成献祭一滴鲜血激活了魔法阵之后，除了血珠被传送消失了之外，就再也没有半点反应了，简直像是死机了一样。明明尹成感觉他能够通过魔法阵与另一头的玫瑰伯爵进行联系，可就像是打电话，那头始终是忙音一样，无法接通。他当然不会知道，因为他这么快就启用了魔法阵的缘故，导致了玫瑰伯爵的古堡来了一次彻彻底底的清洗，还让玫瑰伯爵的黑心闺蜜也盯上了他。没有和僵尸萝莉约法3章之前，玫瑰伯爵当然不敢轻易和尹成联系，否则的话
要是尹成一不小心说漏了嘴，那僵尸萝莉恐怕得嘲笑他一辈子。尹成和丽娜就在这么默默的等待中，过去了几10分钟的时间。没办法，算计贪财鬼合一的计划当中，玫瑰伯爵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也是尹成眼下唯一能够借势的大腿。时间在尴尬和略微的焦急当中一点点流逝，终于，血色的魔法阵散发出一阵妖异的光泽，投影出玫瑰伯爵优雅绝美的面孔，以及他身边一个陶瓷娃娃般可爱的小萝莉。你女儿都这么大了。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尹成没能忍住吐槽的欲望，下意识脱口而出。霎时间，画面内的景象，玫瑰伯爵笑得前俯后仰，波澜壮阔的山川沟壑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僵尸小萝莉精致可爱如瓷器一样的小脸蛋上，则是瞬间一片漆黑。当场抓狂的僵尸萝莉张牙舞爪，气急败坏，嘴里尖锐修长的虎牙寒光闪烁。如果不是被玫瑰伯爵从后边拉着他，恐怕他会当场杀到第3医院，和尹成好好探讨一下生与死的问题。尹成尴尬地咳嗽了一声，赶忙利用洞察之眼观察了起来，然后他的脸色就变得僵硬了起来。失种之主，僵灵，种族僵尸，友善度敌视。你的言语深深地刺激到了他。实力血衣厉鬼，别看他小小的身躯内潜藏着可怕的力量。喜好血液、月光、睡觉、财迷。弱点畏惧极阳之物，若能阴极生阳，否极泰来，他将成为僵尸一族中顶尖的存在。当前状态看似怒不可遏，张牙舞爪，实则内心冷静的一批。他只是在借机试探玫瑰伯爵与你的关系。现在他已经有了一些简单的推测，请小心，你已经被青年僵尸给盯上了。我现在道歉还来得及吗？尹成心底苦笑不已，他只是下意识没忍住内心深处的吐槽之魂而已，结果就被一只千年老僵尸给盯上了。万幸江宁不知道尹成的内心想法，否则的话，他估计会从假暴走当场转化为真暴走，然后对尹成展开无限制追杀。年龄永远都是人形女性生物最为敏感的问题。千年老僵尸这样的称号，玫瑰伯爵都没敢这么刺激过他的黑心闺蜜。抱歉，是我误会了，美丽可爱的女士，我向你致以最诚挚的歉意。节操什么的，尹成没有，就算有，也是随时都可以抛弃的那种。看到江灵血衣厉鬼实力的那一刻，他果断地选择了弯腰道歉。男儿膝下有黄金，但腰没有，只有腰椎突出。如果有的话，尹成恐怕也很乐意将其取出来，然后换成求生物资。惊悚游戏降临的世界，他听闻见识过太多惨烈残酷的故事。节操什么的，比起生命而言，不值一提。好了，说说吧，为什么这么快就联系我了？难不成你已经准备好了第1个疗程的药物了？令尹成的食指不由自主地颤了颤，不由得双腿都有些发软了起来。不，第1个疗程的药物还在准备中。我之所以联系女士你，是有一份很好的赚钱机会，想要与你分享而已。尹成顺水推舟，将他的谋划说了出来。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尹成一口气将贺一的所作所为统统告知了玫瑰伯爵。以对方的身份，想必并不会在乎第3医院的死活，也不会在意贺一有多么贪婪，这那都和玫瑰伯爵自身扯不上什么关系。但诡币这东西是惊悚世界的硬通货，玫瑰伯爵肯定也不会嫌多。毕竟尹成告知他的计划当中，只是需要他稍微开口，就能够白赚一笔，动动嘴的功夫就能够赚到黑花花的鬼币，何乐而不为呢？不出尹成所料，玫瑰伯爵听完他的计划之后，用一种小伙子很懂事嘛的眼神打量了他一会儿之后，就轻松答应了下来，并且专门将他古堡内的电话号码留给了丽娜，方便后续操作。只不过在讲述计划的环节，稍微出现了那么一丢丢的小插曲，那就是可爱的僵尸萝莉江灵儿，硬是也要参与到尹成的计划当中，还成功的藏住分了一大杯羹走。原因无他，江灵的喜好当中有着财迷属性，作为失主的主人，他手里的资源自然不会少。很巧合的是，江灵的手里有一具死掉的血衣厉鬼，级别僵尸躯体。这一具躯体的出现，也就让原本打算单单凭借玫瑰伯爵的地位与名望来骗取贺一信任的计划，直接就转变成了利用一条血衣厉鬼级别僵尸的手臂来作为诱饵，让计划彻底圆满无缺。至于最终战利品的分配问题，采取了4-3-3的分成方式。江灵虽然是临时加入，但他能够提供诱饵，让计划成功的可能无限接近于圆满，所以他占据4成的利益，并没有什么问题。至于玫瑰伯爵，尹成借了他的势，才能够完美的布局，再加上为了打好关系，让对方暂时放缓一下治疗进度，尹成很大方的也给了对方3成利益，剩下的3成就是属于尹成的。丽娜以自己没有什么处理之处为理由，拒绝了分成。他的小心思尹成很清楚，也没有矫情什么，直接就接受了丽娜的好意。求生才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一切既得的利益都是能够提升他生存概率的，大不了情债柔偿嘛。毫无节操的他早就有了转职亡灵骑士的准备。回到第3医院大厅的路上，来来往往的鬼怪病人们看向尹成的眼神都带着淡淡的尊敬之意，完全没有对待寻常人类的那种贪婪嗜血。被玫瑰伯爵点名表扬，展现出了超凡医术的他，再加上王者诱惑天赋，第3医院内的病患们自然不会对尹成有什么敌意。一路走来，尹成都已经开始习惯了穿梭于一帮鬼怪之间的感觉。然而，正打算前往主人办公室复命的尹成，被3个缺胳膊短腿儿、浑身散发着血腥味的身影拦住了去路。救救我们！求求你，救救我们！没有半点犹豫，3个勉强还支撑着的女玩家当场跪在了尹成的面前。尽管其中一个都只剩下了一条腿，那个当初被丽娜斩掉了舌头的女玩家则是没有出现，10有8九已经葬身鬼怪手下。救救我们！只要你愿意救下我们，我们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我们什么都不求，只是想要活下来而已。悲凉无比的哀求声可谓是闻者伤心，见者流泪。一侧不少的鬼怪们见到这一幕，都颇有些感触。有的鬼怪也是有过生前的，他们也曾是弱小的人类，故而能够共情。当然，
更多的则是持观望的态度。尹成信如今在第3医院已经是名人，有着不小的影响力。如果他真的开口要保他们，这些鬼怪也很乐意卖尹成一个面子。毕竟尹成现如今的身份可是能够妙手回春的名医，能来第3医院的鬼怪，谁还没点大大小小的毛病？冒着得罪尹成的风险，针对几个弱不禁风的人类，倒不如顺水推舟的卖个面子，何乐而不为呢？惊悚世界不完全是打打杀杀，人情世故也还是需要维系的。面对跪在身前哭得梨花带雨、凄凉无比的3位女玩家，尹成的心绪没有太多起伏波动，他只是很平静地看着3人，脑海里思量着某些东西。片刻之后，他对于自己的计划有了更为完善的思路。跟我来吧。留下这么一句之后，尹成带着丽娜和食尸鬼径直回到了他的会诊室，而不是第一时间前往贺毅所在的主任办公室。那会现在焦头烂额，也没工夫搭理自己。3名女玩家闻言顿时喜极而起，嘴里一边说着感恩戴德的话语，一边迅速地追了上去。会诊室内，接下来的时间你们就待在这里好了，不会有鬼怪敢在这里向你们出手的。尹成坐在椅子上，背对着3名女玩家，眼神眺望着窗外，不知道在思索些什么。谢谢，谢谢。女玩家们再度感恩戴德，颤颤巍巍的抱团缩在一起，脸上的惊恐之色却始终无法散去，因为浑身散发着恶臭，被黑色的粘液包裹，面貌狰狞的食尸鬼像是对他们很感兴趣一样，在不远处用他那黑洞洞的大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们。丽娜也是把玩着锋利的手术刀，用一种玩味的眼神打量着他们。不管他们，继续商量一下，咱们如何将玫瑰伯爵闺蜜手中的血衣厉鬼手臂买下来的问题吧。尹成背对着女玩家，给丽娜使了个眼神，故意说道。丽娜虽然有些恋爱脑，但寻常时候还是非常冷静聪慧的，一下子就明白了尹成的想法，当即收回眼神，还故意拉上了会诊室中间的那层帘子，将3名女玩家阻隔在外，一副小心谨慎的样子。尹成竖起大拇指，给丽娜的机智点赞，他也开始故意压低了声音，和丽娜交谈了起来。隔着一层帘子，失去了食尸鬼和女鬼护士紧盯着的压力之后，他们的神色终于不再那么的惊恐，眼神里也多出了一些意味难明的色彩。尤其是听到尹成口中血衣厉鬼手臂几个字眼之后，再加上丽娜拉上了帘子的举动，他们3个面面相觑一眼之后，齐刷刷的侧耳偷听了起来。帘子的一侧，尹成很是自然的以一种恰好能够让3名玩家听到的若有若无听到的声音，故意和丽娜交流着购买血衣厉鬼手臂的事宜，还专程提到了大主顾、转卖以及大赚一笔等等这样的字眼。片刻之后，丽娜在尹成的眼神示意下，唰的一下拉开了帘子，3名缩成一团，像是因为过度恐惧以及失血而昏迷的女玩家们，身躯微薄可察的颤了颤，丽娜却像是什么都没看到一样。我先去准备了，你自己小心，切记千万不要被贺主任发现了这件事情。我明白，点了点头，专程嘱咐了一句之后，丽娜才转头走了出去。一开门，屋外排成长龙的第3医院病患们脸上顿时露出了期待的神色。进去吧，尹成医师正好有空，记得保持秩序。丽娜瞥了一眼井然有序的鬼怪们，还是忍不住冷冰冰的来了一句：“明白。”排在首位的吊死鬼耷拉着老长的舌头，僵硬的脸上挤出笑容，一副懂事的样子。丽娜微微点了点头，飘然离去。尹成看着进来的病患，洞察之眼当即发动。第3医院病患长尾、种族、吊死鬼，当前状态苦恼于舌头僵硬化的问题久矣，可惜第3医院的医师对此无可奈何。长舌作为吊死鬼的致命武器，越发僵硬会使他实力减退，故而尤为苦恼。解决办法：取幽灵草、腐肉花、奈何泉熬煮，可软化鬼怪血肉。医师怎么样？我的舌头还有救吗？尹成诊脉完成之后，吊死鬼就迫不及待地问道：“小事儿，我能治，记住这个药方，自己去抓药，熬煮吃了之后，保证药到病除。”没有什么犹豫，尹成直接将药方说给了吊死鬼。神医，神医啊！吊死鬼激动无比。他在惊悚世界看了一家又一家的医院，都对他舌头僵硬化的病症无可奈何，在尹成这里却只需要简单一副药方就能够轻松解决问题，如何能够不激动？至于可信与否，玫瑰伯爵的金字招牌在前，即使真的没效果，吊死鬼都得怀疑是不是自己的问题。惊悚世界当中，一尊血衣厉鬼的威慑力，在诸多小鬼们的心里还是非常好使的。尹神医，虽然我已经挂号交过费用了，不过一点心意，还请笑纳。在尹成准备挥手速克的时候，吊死鬼从怀里掏出了不算太厚的一沓鬼币，从桌子上轻轻地推到了尹成的身前，他的脸上还挂着讨好的笑容。这位患者，你这是在让我犯错误啊！尹成眼睛微微眯了起来，意味深长地说道。吊死鬼也是人精，哪能看不出尹成的言外之意？错了，错了！吊死鬼一拍脑袋，这鬼币是我刚刚从地上捡到的，一看就是医师您掉的，对吧？尹成满意的点了点头。我最欣赏的就是你这种拾金不昧的家伙了，也很喜欢和品格高尚的鬼怪们交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从今往后咱们就是朋友了。别的问题我可能帮不上忙，但医术这方面你大可放心。多谢，多谢尹医师。吊死鬼脸上的笑容越发灿烂了。本就抱着讨好尹成心思的他，听闻这样的话，自然是心花怒放。哦，对了，记得告诉一声外边的病患们，我是一个有原则的医师，犯错误之类的事情可就不要整了。吊死鬼临走前，尹成还没忘记叮嘱了这么一句。吊死鬼心如明镜，拍了拍胸脯道：“尹医师放心，我懂，我懂。”尹成用欣赏的眼神目送吊死鬼走了出去，心中忍不住感慨：江湖是打打杀杀，还有人情世故啊。下一位，喊了一声的同时，他的余光扫过一侧椅子上抱团缩在一起，
假装昏迷的3个女玩家，她的眼神有些意味难明。路已经给铺好了，怎么走就得看他们自己的选择了。有的路啊，看起来是堂皇大道，可指不定前方就是断崖，坠下去十死无生；有的路呢，坑坑洼洼，朴素至极，却能够让人安然无恙的走下去。新进来的病患是一名断头鬼，尹成也不多说，直接开始诊疗。有着洞察之眼这神级天赋的存在，他的诊疗效率简直高得离谱。不知道是不是吊死鬼的代化起到了作用，每一个进来诊病的鬼怪们都会在离开之前捡到一笔或多或少的鬼币，交还给尹成。毫无疑问，在这个会诊室内能够掉钱的肯定只有尹医师了。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尹成就掉了足足小1000的鬼币，比某些不太行的玩家连做几次任务得到的奖励都要多了。他也顺势交了不少的鬼怪朋友，大家各取所需，十分融洽。当第24位鬼怪患者还没踏进病房的时候，尹成眼神微动，瞳孔深处泛起一丝冰冷。装昏迷的3位女玩家苏醒了，在尹成准备继续诊治病患之前，尹成大佬，我们才想起来，我们还有自己的任务没有完成。尽管在你这很安全，但要是完不成任务的话，我们是没法回到人世的。大佬，你这么忙，我们能够得到你这段时间的庇护，就已经感激不尽，自然不敢奢求更多的东西。我们还得去完成任务，希望还有能够重回这里的机会吧。另一个女玩家也是故作悲戚的开口：“去吧。”3名女玩家没说什么，只是又感恩戴德了一番，然后互相搀扶着走了出去。咔嚓一声，诊疗室的门被关上，离开许久的丽。第3医院后勤室，安静的环境中，3名人类女玩家脸上带着和之前毕恭毕敬、感恩戴德的状态截然不同的神色，她们眼中的嫉妒、贪婪完全流于言表，甚至没有半点掩饰。尹成那家伙明明有可以完美庇护我们的能力，甚至能够帮助我们轻松完成任务，可他却根本没有要帮助我们的意思。既然如此的话，那么也就怪不得我们这么做了。3人中，面带血污却仍旧能够看出几分姣好面容的女人，仅剩下的一条手臂，拳头握得死死的，咬牙切齿道，语气中的恨意令人匪夷所思。凭什么他就能过得那么安逸，还能仅仅只是坐在那儿就有大笔的鬼币收获？他明明能够帮助我们，分给我们一些鬼币，帮助我们活得更好，可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冷眼旁观，惺惺作态。他已经堕落了，明明是人类，却和鬼怪搅和在一起，对同类的死亡完全坐视不理。他才是最该死的那个。凭什么这样的人却能够在惊悚世界活得这么滋润？他假仁假义的慈悲，完全无视我们的态度，恰恰是他最大的破绽。他恐怕永远都想不到，我们还会有胆量将他的秘密出卖给鬼怪吗？3名女玩家互视一眼，仿佛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尹成即将迎来的凄惨下场，嘴角扬起了残忍的笑容。尹成不会知道，3名被他救了一命的女玩家心底竟然会如此的憎恨着他。当然，就算知道了，他也不会产生什么情绪波动的。死人当然不值得令人动怒，人心诡谲的现状，尹成也已经习惯了。后勤室里，3个女玩家嘀嘀咕咕了半天之后，最终一咬牙，决定将尹成和丽娜的秘密出卖给那位贺医主任。他们打算以此为条件，从贺主任的手中换取足够的好处，以及能够安全回归人世的保证。说出来倒也有些可笑。尹成庇护了他们，给了他们选择生的机会，不但没有得到感激，反而让他们在心底越发的怨恨、嫉妒，宁可选择去相信一只鬼怪，将生的希望寄托于鬼怪身上，也不愿意安静一点，躺平回到人世去。尹成给过他们缄默，从而苟活下来的机会，很可惜，他们并没有珍惜。后面主任办公室里接二连三传出的巨大响动，让带路前来的狼人医师忍不住眼角狠狠地抽了抽。你们最好保证，所谓的信息拥有极高的价值，能够平息贺主任的怒火，否则的话……狼人医师没有继续说下去，但他散发出来的杀意却令3人颤抖不已。咚咚咚，谁？办公室内赫意恼怒的声音传了出来。是我，主任，我有很重要的信息要向你汇报。狼人医师赶忙说道。信息？赫意的语气带上了几分疑惑。进来说吧。是。狼人带着3名人类玩家鱼贯而入，办公室内一片狼藉。平日里看上去一丝不苟的赫意，就连眼镜上都出现了裂纹。说什么信息？他坐在缺了半拉腿的椅子上，神色冰冷地注视着几人，说什么信息？语气冰冷，带着杀意，接二连三找关系，想要摆平缝合怪拉尔夫，却始终没有半点成效的他，已经趋于失控的边缘。否则的话，他恐怕还会问一问，狼人医师带着人类进来是什么意思？现在嘛，他没那个心情。你们将自己知道的消息说出来吧。狼人医师见状，赶忙催促道。贺主任，想要知道我们的信息可以，但是我们需要一些条件作为交换，因为这个秘密关系到血衣厉鬼级别的存在。3名玩家虽然恐惧，却也还有些理智存在，知道抓住重点来引起贺意的兴趣。果不其然，单单只是血衣厉鬼4个字，就让贺意的痛苦瞬间缩入针尖。几分钟之后，狼人医师舔舐着嘴角的鲜血，眼神里带着愉悦的色彩，离开了办公室。散发着刺鼻血腥味的办公室里，好一个尹成医师，好一个丽娜护士，你们可真是我手下的好员工啊！我在这担惊受怕，甚至准备铤而走险，可你们却在谋划着要大赚一笔。
呵呵呵，血衣厉鬼的一条手臂，对于寻常的红衣厉鬼都有着难以想象的吸引力，更何况是拉尔夫那样的缝合怪。该死的人类，以为得到了玫瑰伯爵的赏识就能够为所欲为了吗？贺意心底有着难言的嫉妒，以及前所未有的贪婪。血衣厉鬼的手臂，其价值至少都在几十万鬼币之上，甚至100万，那是个多么美妙的数字啊！一个让贪财鬼完全无法抗拒的数字。他在第3医院偷摸的暗中捣鬼了如此之久，也才堪堪凑了不到100万的鬼币。鬼币的价值十分高昂，不会动辄100万、千万之流。寻常玩家有几千已经算是巨款了，可那走了大运的弱小人类，只是因为玫瑰伯爵的赏识，就有可能随随便便赚取一大笔的鬼币，这让身为贪财鬼的贺意如何能够接受？对于贪财鬼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一个巨大的商机就在眼前，而他却似乎没有插手的机会。尹成能够从他发布的一连串必死任务当中活下来，贺意当然也不是蠢货，自然能够看出尹成没有那么简单。无论他有多么想要干掉尹成，因为玫瑰伯爵的赏识，明面上他是不敢轻易去将尹成怎么样的。可现在，贺意对尹成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天大的转变，一笔价值100万鬼币的大买卖，他怎么可能坐视其从自己的眼前溜走？至少在这笔大买卖尚未被他吞下去之前，他不仅不会对尹成动杀心，反而还得将尹成当成座上宾一样的供起来。毕竟玫瑰伯爵那边只有尹成才能够说得上话，贺意就算手里有着大笔的资金，若是没有牵桥搭线的人，他也只能够干瞪眼而已。一想到这儿，他心里就是一阵暗恼，什么时候他这样的巅峰厉鬼也需要求到一个弱小的人类身上去了？等着吧，这次的交易完成之后，你必死无疑。贺意阴沉的脸上露出一丝狰狞的笑容，沾起桌角上的一缕鲜血，像是无比的舔舐了起来。特聘医师尹成的会诊室外，病患鬼怪的队伍依旧如同长龙，先有玫瑰伯爵的例子在前，后有那些从尹成口中得到了解决问题的药方之后，迫不及待就在第3医院内买药进行尝试的鬼怪们，毫无疑问药到病除。如此一来，原本还有些将信将疑的鬼怪病患们，也算是彻底放下心来，纷纷转投到了特聘医师尹成门外的队伍长龙之中，甚至有些出手阔绰的鬼怪还开始花费鬼币来向那些排在前面的鬼怪购买他们的位置，可谓是将尹医师的声名彻底在第3医院打响了。反观其他医师的会诊室外，空空如也，连根鸟毛都没有。绿皮炼金人、鸟嘴面具医师，还有其他的医师们，都咬牙切齿地站在会诊室门口，心里的不爽都写在了脸上，砸人饭碗，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没有谁能够忍受得了这样的局面。眼下，他们都是比贺意更想要除掉尹成。主任，您终于来了，快想想办法吧！再这么下去的话，我们这些医师可就真的什么也不用干了。当贺意出现在走廊角落的刹那，鸟嘴医师第一时间闪身出现在了贺意的身侧，压低了声音抱怨道。其余的医师们也是纷纷投以同病相怜的眼神，然而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哼，自己没本事怪得了谁？病患都信任尹医师，不选择你们，难道说你们不应该从自己的身上找问题？贺意冷哼一声，摆出了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怒斥道：“鸟嘴医师、众医师，听听谁言否？要是不知道贺意的脾气，他们还真就当贺意是什么大公无私的货色了。大家都是千年的狐狸，你他妈还玩上聊斋了？是谁当初故意提出将玫瑰伯爵引进你们人类医师面前去，想要借刀杀人的？现在却一反常态，制作药了。”贺意怒斥了一声之后，也不理会他们，径直向着尹成的会诊室走去，留下一头雾水的众医师脑门上写满了问号。咚咚咚，正在给一位落水鬼把脉的尹成听见敲门声，嘴角微微上扬。鱼儿上钩了。屋外的贺意没等尹成作何反应，也不管他是否正在诊治病人，便直接推门而入。尹成表面故作被打搅了的不爽，实则心底冷笑不已。贺意越是着急，也就代表着他那一颗贪婪的心已经彻底被自己牵着走了。贺主任，你也是一名医师，应该明白打搅医师诊病是一种很不礼貌的行为吧？尹成冷着脸开口，丽娜就在身后，他丝毫不怵。抱歉，是我有些冒昧了。不过尹医师交朋友可得谨慎呐。你的那3位人类同伴刚才来告诉了我一点小秘密。话未说完，尹成的脸色瞬间铁青无比，身后的丽娜也是做出一副杀意盎然、咬牙切齿的模样。这位病人还请先出去一会儿吧，我有点私事要和尹医师好好聊聊。落水鬼隐晦地冲尹成递了个眼神，那意思明显在说需要帮助吗？先出去吧，你的病症没什么大问题，待我和贺主任聊完之后，你再进来就是。落水鬼见状，也只能走出了会诊室。落水鬼出去的刹那，贺意手心蹦出一枚古色古香的铜钱，空气中顿时萌生出一股古怪的恶臭。贺主任，这是什么意思？尹成冷着脸，毫不顾忌地捂住了口鼻，丝毫不给贺意留面子。一点小手段，铜臭气能隔绝窥探，这么大的声音让别人听见了也不好，不是吗？贺主任不妨有话直说，拐弯抹角没什么意思。我就喜欢你这么直爽的人类。那3位背叛朋友的人类，我已经帮你解决掉了，就算是我入股你这笔生意之前的天头了。接下来咱们不妨好好谈谈生意。贺意也是打开天窗说亮话，丝毫不掩饰自己想要分一杯羹的念头。贺主任，你在第3医院这把2号交椅的位置上做了这么多年，不会不知道，有些东西不是随便什么家伙都能够插手的吧？有道理，玫瑰伯爵的路子是尹医师你好不容易搭上的，我自认没有这个本事。不过呢，他把玩着手中的铜钱，脸上逐渐露出了笑容。和玫瑰伯爵合作，试问你们能够分到多少的利益呢？你一个新人玩家，丽娜一个小小的第3医院护士，手里加起来又有多少的鬼币，足够你们用于购买那条价值近乎100万鬼币，尚且有价无市的血衣厉鬼手臂。好好想想吧，我并非是你们的敌人，只是想要和你们做一笔交易而已，一笔互利互惠的交易。话说到这个份上，尹成和丽娜的神色缓和了下来，似乎认为贺意说的有几分道理。贺主任，谈谈你所谓的互利互惠的交易吧。沉默了半晌之后，尹成主动开口。贺意心底冷笑一声，小年轻果然还是沉不住气。大主顾拉尔夫先生的财力是第3医院极为认可的，你们搭上了玫瑰伯爵这条大船，不过你们也仅仅只是中间人吧，在中间负责穿针引线，然后被玫瑰伯爵施舍一些赏赐的那种。尹成与丽娜不开口，贺意全当他们默认，脸上的笑容越发灿烂了起来。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一定要让玫瑰伯爵占据大头呢？难道说你们就没有想过自己吃下更多的利益？贺意的声音像是具有某种蛊惑人心的力量，他手中的铜钱
也是散发着蒙蒙的微光。某种奇异的力量开始波撩着尹成和丽娜的心灵，像是要勾起他们心底无穷无尽的贪念一般。只可惜，丽娜乃是红衣厉鬼级别的存在，本身更是具有特殊身份的李湘，刻意的这点小手段，在她的面前根本起不到半点的作用。特聘医师尹成的会诊室外，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从落水鬼走出会诊室开始，到现在排成长龙的病患们，已经隐隐开始有了暴动的趋势。落水鬼更是作为领头鬼一样的存在，守候在会诊室的门前，湿漉漉的头发耷拉着，脸色越发的焦急不耐了。距离贺毅进入会诊室内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他们也尝试过各种办法来偷听，或者强行推开会诊室的大门，但毫无例外都失败了。厉鬼巅峰的贺毅手段还是不错的，这些绝大多数都只是幽魂、恶鬼的鬼怪，自然无法轻易破除。对于普通人类而言，只要是鬼怪就足够的致命。幽魂与恶鬼还有再往上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在鬼怪之间，位阶的差距就不是能够轻易逾越的了。从某些方面而言，惊悚世界与人类世界也有些相似之处。人类世界绝大多数的存在都只是普通人而已，真正掌控权力与财富的永远都是少数。惊悚世界则是绝大多数的鬼怪都只是低位的幽魂、恶鬼而已。真正的上位鬼怪，例如玫瑰伯爵那样的异后者缝合怪拉尔夫之旅，和庞大的鬼怪技术比较起来，只能算少之又少。所以，想要逼迫贺毅不得妄动尹医师，他们也就只有联合起来，在第三医院闹出足够大的动静来威慑对方。毕竟，作为惊悚世界里一家声名不错的医院，名声对其还是很重要的。一旦事态闹大了，第三医院背后的股东现身，即使是贺毅也承受不住。随后3分钟，若是会诊室门还不打开的话，兄弟们就给我闹腾起来。落水鬼此刻很有头领风范，振臂一呼，身后无数鬼怪起身应和。奶奶个腿儿的！好不容易看到能够解决顽疾的希望，贺毅的鸟货要是敢动尹医师一根汗毛，我们都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是不是，兄弟们？没错，特么的冲了贺毅的鸟货冲了！鬼怪们的热情已经完全被调动了起来，群情激愤。为了别的事情，他们或许永远不可能如此的激动亢奋，事关他们自己身上的顽疾能否解决的时候，会有如此表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此一幕，看得一旁几个会诊室内的医师们瑟瑟发抖，畏缩在屋内，不敢出来阻止。就连那勇猛壮硕、虎头人身的鬼怪保安，也是早就不知道溜到哪里去了。咔嚓一声，当所有鬼怪都在掐着时间准备狂欢的时候，会诊室的门开了。令一众鬼怪们惊诧的是，贺毅居然和尹医师有说有笑的走了出来。贺主任慢走，我这病人还很多，就不远送了。你忙就是，不用管我。不过记得今晚之前联系好那位拉尔夫先生那边，就交给我来解决好了。贺毅眼中金光闪烁，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没问题，希望咱们合作愉快，贺主任。合作愉快。贺毅眼神深处闪过一丝诡谲，脸上却笑容依旧。待到贺毅离去会诊室外，原本还有些骚动的鬼怪们瞬间安静了下来。尹成没事，他们自然也就没有了什么闹事的理由。第三医院再度恢复到了井然有序的状态。尹医师，那家伙没有难为你吧？落水鬼进入到会诊室内，还是忍不住开口道：“没事，不必担心。”尹成笑着摇了摇头：“那就好。不过尹医师你还是得小心着点，贺主任那家伙可不是什么善茬。”多谢提醒。接下来的时间，尹成凭借着洞察之眼的特性，以其余鬼怪医师们完全不敢想象的速度疯狂接诊，以至于鬼怪医师们只能够咬牙切齿地看着特聘医师的会诊室大门，望眼欲穿，一把辛酸泪不知与谁说。时间悄然流逝，惊悚世界没有白天黑夜之分，天空永远阴沉可怖，阴云像是一张张狰狞扭曲的面孔，散发着压抑的气息。会诊室内送走今天的最后一个病鬼之后，尹成伸了个懒腰，轻轻地拥过丽娜，享受着难能可贵的一人两鬼时光。食尸鬼只手不杂性，什么也不懂，只会跟在他的身边充当护卫一样的存在，自然理所应当的被忽视。尹成自诩都已经踏上了转职亡灵骑士的道路，多一只什么也不懂的食尸鬼在一侧看着，已经无关紧要了。反正还没到做转职任务的时候，不是吗？拉尔夫那边还需要我稍微运作一下吗？白皙无血色的脸上闪过一缕绯红，还有些不大适应的他赶忙开口试图转移注意力。不用了，做的越多就越是容易留下破绽。拉尔夫那边从头到尾我们都不曾和他说过有血衣厉鬼手臂的事情，到时候拉尔夫发现被贺毅欺骗，他的怒火也就仅只能够发泄到贺毅的身上，与我们无关，不是吗？说到这儿，尹成脸上的笑容越发灿烂。如果说贺毅临死前非要攀咬我们一下，试图同归于尽的话，其实对于我们而言，不仅没有任何的坏处，反倒是会带来更多的好处。好处？这也能带来好处？血衣厉鬼的尸体是玫瑰伯爵的黑心闺蜜，那位失种之主江灵的。拉尔夫若是真心想要，咱们就顺水推舟，让他去和那位谈就是了。毕竟拉尔夫是大主顾，背后也有着血衣厉鬼的强者，肯定愿意为此付出足够高额的代价。咱们在中间稍微起到一些穿针引线的作用，也能够博得这位大主顾以及他身后之人的好感，不是吗？尹成看得很明白，江灵既然主动提及了血衣厉鬼尸体的存在，那么也就意味着，其实那具尸体对于他自身的价值并不是那么的巨大，否则这种有价无市的好货，不怕贼偷，还怕贼惦记，不是吗？所以坑杀了贺毅之后，如果拉尔夫依旧想要得到血衣厉鬼的一条手臂，尹成与玫瑰伯爵的闺蜜协商，顺势而为，卖拉尔夫一个人情，又何乐而不为呢？惊悚世界不仅是打打杀杀，也是人情世故啊。
拥着天然空调一样冰冰凉凉又柔软舒适的转直梳，尹成感觉前所未有的美妙，脑袋轻轻地枕在转直梳肩头，享受着难得的安宁时刻。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转化为血族的原因，鬼雾弥漫出来的对活人侵蚀性极强的特殊气场，对他似乎没有了什么影响。劳累了一整天的尹成怀抱着转直梳安稳地睡了过去。丽娜见状，不知是想到了什么，嘴角升起一丝笑意，双臂轻轻地搂住了尹成的脑袋，动作轻柔至极。这样的一幕若是流传到现实世界，恐怕当场就会被惊为天人，尹成也将会成为活着的宁采臣。他可能会成为里程碑式存在，被永远铭记于心。惊悚游戏给人世带来了太多的死亡，太多的痛苦绝望，鬼怪的可怕，鬼怪的诡异强大，以及其毫无章法的残酷手段，给人类留下了太过残酷深刻的印象。不知道睡了多久，尹成稍微感觉自己的腿有点麻。当他睁开眼睛，第一时间映入眼帘的便是丽娜那张妩媚动人的脸颊。一时间，沉睡的上古苍龙像是有起床气一般，当即就来了个怒龙翻身，两条长长的浑圆蟒蛇哪里经历过这样的动静，当即就是猛地一颤，然后便缩在原地不敢动弹了。龙威弥漫，空气灼热，人室内的温度开始迅速的拔升了起来。一声略有些沉闷又不失尴尬的声响从尹成的肚子里传了出来，顿时让紧张的龙蛇斗氛围被打破了。尹成，你饿了吧？一天没吃东西，我这就去给你弄吃的去。唰，带着冷冰冰的香风飘然离去，无奈地拍了拍自己的肚子，他也只能先喂饱自己了。几分钟之后，丽娜端着一大盘的小麦面包走了进来，还有一小杯的牛奶。抱歉，惊悚世界里人类能吃的东西不多，第三医院内也就只有这个了。没关系，有的吃就不错了。比起其他的玩家，我都不知道幸运到哪里去了。尹成并不挑剔，拿起粗糙的小麦面包就往嘴里塞，一个两个，尹成的动作越来越快，狼吞虎咽，眼神都开始变得有些泛红了起来。不对劲，这是……丽娜很快就察觉到了尹成的异常。他给尹成拿来的面包，别说一个成年人，就算是再多上一个，也完全足够吃饱了。可看尹成这状态，一个接一个，反而越吃越有些抓狂的样子。难道说……丽娜眼神微动，想到了什么，赶忙拉住了尹成。尹成疯狂地咀嚼着口中的食物，口中发出模糊不清的语调，双瞳已经彻底猩红一片。觉醒了，居然真的觉醒了，这速度也太快了一些。太突然了一些吧。丽娜被尹成的天赋惊到，脸上满是呆滞的神色。李像死亡天使的身份让她知道很多不同寻常的信息。血族的初庸转化可不像制造仆从吸血鬼那么简单。惊悚被初庸之后的存在，往往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淀融合，甚至可能会经历死亡之后才能够成功的被转化为真正的血族。与此同时，被转化者也将会觉醒其独属于他的血脉天赋能力。咕咕，见势不对，焦躁不安的食尸鬼发出了焦急的咆哮。尹成可是他唯一的朋友，他不希望尹成出现任何意外。别急，他没事，只是血脉觉醒了而已。丽娜看着急得生存下跳的食尸鬼，无奈地说了一句。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食尸鬼的智商有限，尹成都是耗费了好大的功夫，才让其勉强明白了一些东西。丽娜见状，只能无奈地撇了撇嘴，鬼气弥漫，直接将食尸鬼镇压在了原地。水，我要水，给我水！尹成现在只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快升天了，体内的每一根血管、每一滴血液、每一个小小的血液分子，都像是拥有了生命一样，在他的体内毫无章法地乱窜了起来。他的心脏也如同大马力的发动机，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速度之快，声音之沉闷，仿佛让房间内的摆件都在共鸣颤抖了起来。水，水！尹成无意识地呢喃着，两颗原本虎牙的位置被两个锋利修长的獠牙所取代。丽娜见状，当然明白尹成需要的根本就不是水，而是鲜血，并且初次觉醒所汲取的鲜血品质越高越好。那样的话，新生代的血族觉醒之后诞生出稀有血脉能力的可能将会提升不少。怎么办？怎么办？我现在上哪里去找合适的血液啊？想起了血族的觉醒细节之后，丽娜顿时开始慌了起来。如果允许的话，她倒是不介意给尹成献血。问题是，无论表象的阴魂之身，还是李相的死亡天使，都是属于鬼魂一系的。丽娜根本就没有血液这玩意儿，有心无力啊！等等，玫瑰伯爵，他的话肯定会有办法的。眼瞅着尹成越来越难受的样子，丽娜眼珠一转，想到了罪魁祸首玫瑰伯爵。正当她打算利用会诊室的电话联系对方的时候，会诊室内一股怪异至极、弥漫着阴森邪异的气息，瞬间笼罩了每一个角落。丽娜的理性死亡天使几乎是在那股气息出现的刹那，便像是应激反应一样被自动激发了。灰色的羽翼，深邃的瞳眸也化作了灰白，死亡的气息开始弥漫。所幸她还保持着理智，顺着气息来源看去，这才惊愕地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尹成的手心之上出现了一滴暗红色的血珠。一切诡异不安的气息源头，正是源自于那一滴小小的血珠。只是盯了一眼，丽娜便感觉那血珠之中，像是有着什么扭曲怪诞的存在，挣扎怪笑着，像要从血珠之中挣脱出来了一般。尹成猩红的双瞳死死盯着手心那滴暗红色血珠，周身翻涌的血液之力与刺骨的王者的气息，正以一种诡异的方式疯狂交融。原本在体内横冲直撞的血脉之力，在触碰到血珠的刹那，竟如同找到了归宿的溪流，尽数被吸纳其中。丽娜展开的灰色死亡天使羽翼微微震颤，她能清晰感知到那滴血珠里蕴藏的力量，足以轻易撕碎一位厉鬼巅峰的存在，甚至连血翼级别的鬼怪都会被其沾染后陷入亡魂失控的境地。可这股恐怖的力量却对尹成无比温顺，如同被驯服的凶手，
只在他周身萦绕出淡淡的黑色魔纹。恭喜玩家尹成天赋王者诱惑完成终极进化，解锁专属权柄亡灵统御。恭喜玩家尹成血族纯血血脉与王者权柄完成融合，解锁唯一职业亡灵医神。送亡灵医神，以医术渡亡魂，以权柄镇恶灵，对所有亡灵系、血族系鬼怪拥有绝对压制力。医术效果对非人生物增幅300%，可通过治愈亡魂获取其信仰之力，强化自身领域。系统提示音接连炸响。尹成缓缓握紧拳头，那滴不可名状的血珠融入他的血脉之中，原本因血脉觉醒而翻涌的躁意瞬间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对周遭亡魂气息前所未有的敏锐感知。他甚至能清晰听到整座第三医院里那些被恶意残害的亡魂正发出凄厉又无助的哀嚎。时间差不多了，尹成抬眼看向窗外，阴云之中的血色月光恰好落在午夜刻度，他嘴角勾起一抹冷冽的笑意。恶意该赴约了。地下停尸库3层。早已被尹成布下了天罗地网，刻意揣着自己掏空医院攒下的100万鬼币，带着数名被他收买的厉鬼仆从，眼中满是贪婪的红光，一步步踏入了这片死寂之地。他以为自己即将拿下血衣厉鬼的手臂，从此一步登天，却不知自己早已走进了尹成为他量身定做的坟墓。尹成，东西呢？刻意死死盯着尹成身侧的黑色箱子，鬼气翻涌间，依然做好了黑吃黑的准备。尹成淡淡抬手，箱子缓缓打开，里面赫然是江灵提供的血衣厉鬼手臂，浓郁的湿气与血煞之气瞬间弥漫开来，让贺毅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贺主任，钱带够了吗？这东西的价值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钱自然是带了。贺毅狞笑一声，手中鬼刀骤然出鞘，周身厉鬼颠覆的气息毫无保留的爆发。只不过这东西和你的命今天都要归我。数名厉鬼仆从同时扑杀而来，可就在他们的鬼气即将触碰到尹成的刹那，尹成周身黑色魔纹骤然亮起，亡灵统御权柄轰然爆发，以亡灵医神之名斥。冰冷的声音落下，那些扑杀而来的厉鬼仆从瞬间僵在原地，眼中的凶光被极致的恐惧取代，他们体内的鬼气不受控制地翻涌。亡魂本源嵌在尹成的权柄之下，开始寸寸瓦解。不可能！你怎么会有掌控亡魂的力量？贺毅脸色煞白，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惊骇。就在这时，2道恐怖的气息同时降临，玫瑰伯爵血色领域铺展开来，将整个停尸库彻底封锁。江灵明黄色的眸子冷冷盯着贺毅，十种之主的威压让贺毅瞬间瘫软在地，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更让贺毅绝望的是，他想要拉拢的大主顾拉尔夫竟也从阴影中走出，缝合怪的身躯散发着暴怒的气息。贺毅，你假借我的名义倒卖第三医院的尸骸，甚至敢用假的血衣手臂设局骗我，你当真是活腻了！拉尔夫的声音如同磨盘摩擦，每一个字都让贺毅的鬼体颤抖。尹成缓步走到贺毅面前，洞察之眼将他所有的罪证尽数看穿，一字一句道：你囚禁院长，抽取他的本源，想要突破血衣境界，你残害数十批人类玩家，将他们的尸骸倒卖牟利，你在暴食鬼胃里设下传送阵，在停尸库豢养食尸鬼，替你处理罪证，桩桩件件，你还有什么话好说？贺毅面如死灰，他知道自己彻底输了，可贪财鬼的本性让他在绝境中生出了疯狂的念头，他猛地引爆了自己积攒多年的鬼气，想要引爆整个停尸库的尸骸怨气，拉着整座第三医院给自己陪葬。我就算是死，也要拉着你们一起下地狱。可他的疯狂在尹成面前却如同儿戏。尹成抬手一挥，那滴融合了双天赋的不可名状血珠飞出，瞬间化作一道巨大的黑色法阵，将整个停尸库笼罩。贺毅引爆的怨气与鬼气竟被法阵尽数吸纳，那些被他残害的亡魂在法阵之中发出解脱的呜咽，被尹成的医术之力一一超度。你的罪该用血来还了。尹成眼神冰冷，没有丝毫怜悯，立马手中的手术刀寒光一闪，贺毅甚至来不及发出惨叫，鬼体便被死亡天使的力量寸寸湮灭，只留下一枚代表着第三医院管理权的院长令牌和他一生敛财所得的100万鬼币。恭喜玩家尹成成功击杀幕后黑手贺毅，解救被囚禁的第三医院院长，完成连环隐藏任务，任务评价完美。随着贺毅的陨落，第三医院的危机彻底解除。尹成在地下密室中找到了被囚禁的院长，以亡灵医神的医术治愈了他被抽干的本源。老院长看着眼前这个年轻的人类，眼中满是感激与欣赏，在全院鬼怪的见证下，亲手将第三医院院长的位置交到了尹成的手中。系统的最终解锁提示音在尹成的耳畔轰然响起，巨额的鬼币奖励，自由属性点，平俗世界永久居住权尽数到账。他解锁的亡灵领域足以让他掌控整座第三医院的亡魂，成为这里真正的主人。此后的日子里，尹成彻底整顿了第三医院，他废除了贺毅定下的残酷规则，为人类玩家划定了安全的任务边界，让这里不再是死亡率100%的禁地。他开设义诊，治愈了无数被顽疾困扰的鬼怪。亡灵医神的名号在整个惊悚世界彻底传开。会诊室的窗前，尹成看着窗外逐渐散去的阴云，丽娜从身后轻轻环住他的腰，将温热的红酒递到他的手中。食尸鬼守在门外，玫瑰伯爵与江灵送来的合作契约正安静地躺在办公桌上。尹成轻轻晃动着杯中的酒液，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第三医院只是他的起点，惊悚世界的广阔天地里还有无数的秘密与未知在等待着他，而他将以亡灵医神之名，以医术渡亡魂，以权柄镇黑暗，在这个遍布恐惧的世界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传奇之路。